名家之手，这把扇子万两之巨，盛世子不会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吧？盛长哥浑身摸了摸，还真是一穷二白。哈哈，盛长哥果然是没有拿得出手的。本王帮你出了。赢了归我，输了归你。穆北燕嘴角一抽，四弟好兴致。皇兄好，没钱去找皇兄救济哈。穆北庭脸色一僵，早知道不出来了。走吧，都进去吧，姑祖母都等急了，说要出来看看什么情况。走了走了，几成把握？没把握，所以我没下注啊。穆北燕的脸华丽丽的黑了，她的玉佩呀，那是一块暖玉呀。哥儿，过来，给大长公主请安。大长公主依旧这么美。哎呦，起来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乖孩子，过来，你这张嘴呀，就是招人爱。听说你被压在石板下，可把本宫吓坏了，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一点轻伤，就是烟熏火燎的，头昏脑胀的，昏迷了很久，现在都记不清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景亭眉心一动，他在隐瞒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呀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不然呀，你爷爷还不知道怎么担心呢。婷儿，好好照顾哥儿。呵呵，行了，你们年轻人都去玩去，老婆子我和你们的长辈聊天，就不拘着你们了。去吧，哥儿，好好玩。盛长哥笑着点头。公主府的后花园里，不如今日就以媒为题，诗词赋不拘一格，如何？大长公主的孙子晋明泰笑着说道：好。不知这边写了不署名，送到对过，请姑娘们评判如何？哼，盛长哥怕不怕？定然是怕了。众人轰然而笑。这茶倒是别致，是长宁郡主的主意，说今日既然是赏梅，那就喝梅花茶，做梅花诗，待会儿还有梅花宴，祝各位公子今日锦心绣口，春风得意。盛长哥比不比？怕了。本公子也可以既往不咎，你脱光绕着院子转一圈即可。有何不敢？就不知道你敢不敢脱光了跑。哼，那就来吧。你们先，小爷年纪小，要尊老。孟云清倒是第一个写完了。沈之文扫了孟云清一眼，孟云清立刻微微笑着走了回去，站在沈之文的身边看他写。盛长哥，你要赌输了本王的玉佩，本王剥了你的皮。话一落，就感觉景亭冷冷的目光扫过来。众人很快写好。盛世子，没憋出来吗？本公子可以帮你写一手的。先说好，那块暖玉是我的，你们输了找盛世子要。本公子可是和盛世子对赌的。沈公子这有点不讲究啊。没事，盛国公府家底子厚，盛世子一定不差这点小钱。笔墨伺候。那边的一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见盛长哥已经笔走龙蛇的写完了。众人大笑，盛长哥这是被逼急了，胡乱写。你有没有把握？盛长哥一声不吭，端着茶杯抿了一口，这梅花的味道似乎有点不对。公子出来了，名次出来了。魁首的诗作被留下了，说是字好，他们要观摩一会儿。来，唱名，我倒要看看谁第一。第3名是红梅，桃李莫相度，腰姿原不同。由于雪霜态，未肯十分红。第2首白梅，冰雪林中着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沈之文的脸立刻沉了。第3名是他的。白梅是谁啊？是云清。哎，第1名呢？第1名是谁呀？让咱们看看谁如此大才。第1名西江月，梅花，玉骨那绸帐雾，冰姿自有仙风。海鲜石浅探芳丛，倒挂绿毛墨风。
素面翻弦粉卧，喜妆不褪唇红。高擎已着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好一个高擎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盛长哥，是不是你啊？是我呀。盛长哥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那个谁写的？出来打脸！那张纸上面铁钩银画，行云流水的写着那首词。这不可能，盛长哥不是这样的字，你作弊！才不如人就诋毁，这是沈继久的家教。盛长哥，不要左右而言他。愿赌服输，除非他现场再写一首。你是谁呀？可以指使本世子？这首词呢，的的确确不是本世子写的，你怀疑的对。我就说盛世子没有这样的才华，这是作弊，你这个第一名不算。那盛世子，这首词是谁写的？我做梦梦到的呀，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写的。来，你再梦一首我们看看。盛长歌微微一笑，拿过毛笔在纸上刷刷写下：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还要吗？小爷还可以。你若能再写出一个，我从此拜你为师。小爷不会收徒弟的，你以后见到小爷躲着走就行。众芳摇落独宣言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好。沈之文的脸红了白，白了黑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服吗？找个袋子来。听风从怀里唰的就掏出一个布袋子，这是什么癖好？随身带着布袋子。我的暖玉。放下。穆北燕一个哆嗦，那块玉佩就掉了下来。盛长歌布袋子一张，一桌子的东西都扫进去。我的暖玉。我说了，输了是你的，赢了是我的。穆北燕气懵了，盛长歌无赖成这样，真的好吗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？你的字我见过，你家夫子都被你气跑了好几个。你以为我爷爷的小条子白抽的，景世子的小条子白抽的？盛世子，跟着你混有肉吃啊！今天赚得多，哪天请你吃饭。好说，但是让姑娘破费不是小爷的风格，小爷请你。但是下一秒，手里的袋子啪嗒掉在地上，而他的人已经是人事不省，眼睛紧闭，感觉不到半点气息。景亭脸色一沉，骤然起身，袖子扫过桌子上的茶杯，沾湿了衣袖。请陆院士。进了这府邸，盛长歌只喝了一杯茶。景亭低头去看下面的小桌子，盛长歌的茶杯不见了。陆院士来了。幸好今日大长公主说有点不舒服，让陆院士来一趟。世子中毒了，其他人都出去，金世子来帮忙避毒。陆院士让人把盛长歌放平，捏起寒光闪闪的银针就扎了下去。金世子按住了，会很疼，他如果剧烈挣扎，扎偏了就麻烦了。我挺得住，老头你不要担心。闭嘴。一根根银针扎下去，盛长歌痛得眼前发黑，他的身体都因为剧烈的疼痛而颤抖着。脏了你手。闭嘴。盛长歌没有闭嘴，而是张开嘴，喷出了一大口黑血，彻底陷入黑暗之中。暂时没有性命之忧，幸好吃得少呀。景亭抬起自己的衣袖，这是他喝的茶水。陆院士闻了闻，看了看，就是这个。本来毒只有3分，但是遇到梅花的花粉就成了10分。这是什么毒？百花残，喝入后5脏6腑瞬间腐烂而死。景亭让听风拿来自己的茶杯。那这一杯呢？也有。陆院士一边吩咐药童去熬药，一边接着检查，其他人的茶杯里都没有。大长公主已经过来了。明太，茶，撤茶，让丫头给歌儿换衣服吧，太冷了。不宜挪动。金世子，衣服拿来，老夫给换。这里帘子放下，放暖炉进来。大长公主皱了皱眉头，
没有坚持。亭子外面，众人都守在那里。殿下，是长宁的错，不该上梅花茶。长宁，不是你的错，等着人来彻查，惊扰大家了，是本宫做事不周到。王德和陆天笑很快来了，了解了盛长歌和景亭的情况，就开始彻查。府里一片兵荒马乱，有人死了。等到景亭和陆天笑等人赶过去，就看到一个小厮吊死在一棵梅花树上。景亭瞬间就认了出来，那是送茶的小厮。很快，盛长歌的茶杯就从这小厮的身上翻了出来。这不是府里的杯子，府里的杯子都是有画梅花的，但是只有绿梅，没有红梅。现场一片静默，小厮是被活活勒死的，因为他的身后还有仓促间来不及抹掉的脚印。谁？只见2个身影慢慢的走来。庆王，这是怎么了？穆北明一抬头，吃了一惊，手里的东西就滚落在地上了。你们……民妻说他院子里的竹子大概因为暖和，笋子似乎要出了，我们就挖几个笋子吃。你们知道的，我就好这一个，一时没有忍住。这是怎么了？府里有人毒杀锦世子和盛世子，这个小厮是送茶的人，被人吊死在这里。锦世子和盛世子没事吧？什么人这么歹毒？有锦衣卫匆匆去了，匆匆回来。穆北明和季明奇果然一直在挖竹笋，很多人看到，线索到这里就断了，再查也没有什么头绪。盛世子醒了。景亭的眸光扫过穆北明，转身往回走。盛长歌回头看着景亭，回家吧，这里有点闷。景亭心里却是一动，第一次景亭意识到，不管自己怎么优秀，不管盛长歌怎么纨绔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。可以走吗？有点困难，浑身都疼，不然你可怜可怜我，背我走。盛长歌想，景亭定然凶神恶煞的不能答应，所以当景亭在他面前蹲下，等他趴到背上的时候，陆老头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上不上？不然找轿子也行。景亭回头扫了他一眼，目光有点冷。好吧，景亭的便宜不占白不占。有注意到是谁下毒吗？就是感觉那个茶杯和别的都不一样，我喝了一口，感觉味道似乎有点奇怪，就放下了。之前射杀你的和这次下毒的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伙人？应该不是，我总感觉这次是因为程平伯密室的事情。景亭静默，只是缓缓地走着。景亭，你是不是说要合作给孟长云报仇的？景亭挑了挑眉，没有作声。孟长云和我们是一路人，他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强大被谋害，我这样的纨绔也被射杀，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注定只有死？还是要强大到别人忌惮的地步才能保命？放心，没事。景世子。景亭连头都没有点，接着往前走。嘿嘿，今天爬上了景亭的背，就是没敢摸一把，万一景美人生气了，我是什么都捞不着了，是不是有点怂啊？白白浪费这么好机会，怂包！盛长歌侧头看着后面的女子，裴国公府还是很富有的，所以即便是裴国公府的庶女，也不应该这么朴素才是。你查裴国公府女眷是为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城门口孟长云的头滚到我的怀里吗？然后呢？我不是昏迷了吗？就看到了孟长云的一些事情。比如孟长云死于穆北义和孟云星的设计，孟云星说的是真的。孟长云身边的亲卫青玉假报消息，也是他捅的第一刀，断了孟长云的退路。和裴家有什么关系？裴宣的一个侍妾和青玉长得极像。景亭的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，这就是盛长歌改变的原因吗？景亭，穆家会不会也是别人的手中刀啊？天齐名将俱死，敌国得利，若是天齐内部也有要谋反的人呢，是不是成功的机会也很大？我爷爷会不会有事啊？景亭，你也小心，有人射杀我，你也不安全。程平伯提到了景家。景世子，
长宁郡主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竟然有人近了景庭的身。这一刻，他的心里近乎是绝望的。长宁郡主，婷儿，不如让歌儿睡在这里，照顾得能够周全一些。公主不用担心，她没事了，只是需要将养一段时间，这后续的事情还需要公主善后。既然如此，本宫让人备了软轿送你们，本宫一定给圣国公一个交代。景庭微微点头，背着盛长歌慢慢地往前走。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京城众人伸手都够不着的白月光，怎么就落入盛长歌的沟渠里了？问题是盛长歌是个男的呀，景世子怎么可以被玷污？盛长歌，你给我们滚下来！在一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那背影渐渐消失。我的银子！这个时候还惦记他的钱。景庭，我的袋子呢？听风有没有帮我拿回来？没有，当时只顾着救你，抓凶手去了。费那个劲儿干嘛？凶手又抓不到。你怎么知道抓不到？既然醒了，自己下车。你刚刚还背我，占了便宜，翻脸不认人是不是？就是景王府的狗出事了，本世子也不会允许被丢在外面。盛长歌气得没法说话，他竟然不如一条狗。世子爷，在程平伯身上搜到了凤印。瓶子还是纸包？小瓶子。这不可能啊！景庭挑眉，等待他的解释，但是盛长歌偏偏没有解释。因为身体疼痛，慢慢悠悠地往府里面走去。盛长哥，你的银子不要了。莫北燕骑着马赶来，跳下马，手里拎着布袋子，晃晃悠悠地走来。盛长歌一喜，转身就要去接，但是半途突然就出现了一只手，口袋也在他面前飞了。我的！你也说了，你之所以能够赢，是本世子小条子抽的结果，所以这是拜师礼。言罢，拎着袋子走了。盛长歌疯魔了，抓起脚上的鞋子就砸了过去，啪的一下，穆北燕和听风齐刷刷的后退一步，敢打景庭。盛长歌是第一人，神勇。偏偏盛长歌好像没有看到景庭黑沉沉的脸，从景庭的手里夺过袋子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强取豪夺也配为君子。转身出了景王府的大门，翻身上了穆北燕的马，走了。穆北燕看看始终没有转身的景庭，再看看自己远去的马儿，啊，不对呀，他们斗气，抓他的马干嘛？听风，跟着。发现了什么？那小厮和裴国公府那个庶女在梅林相遇过。只是相遇，只是探头看了小厮端着的茶水，什么都没有说。两个人在门口静默半晌。算了，我去找盛长歌玩去了。不是让你回来玩的。听风却在这个时候回来。世子爷，盛长歌在明月楼叫了南风馆的小官作陪。这盛长歌难不成是男女通吃，逛着揽月楼，叫着南风馆的小官，还来聊着他们的景世子？大晕带回来，银子没收，从今天开始禁足。听风掏出一张纸递给景庭，他说今天别管他，阎王爷那儿走一趟了，他要好好乐呵，万一明天死了乐呵不到了。景庭接过纸张看了一眼，那就等会儿再大晕。穆北燕目瞪口呆，这是他们的景世子，这么暴力，大家知道吗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暂时无碍。目光扫过两个昏迷过去的南风馆的小官，调出一人盯着裴国公府的庶女，同时留意裴轩的侍妾。是。公子，司墨有消息过来。盛长歌拿刀打开，扫了一眼，暂且稳住，可以先去一趟临县那个，回来去景王府找我，把人都聚集好，随时准备着。这么些年没有光顾着玩，早早的就给自己留了底牌，钱有，人也有，四燕送来的，你体内还有余毒，一日一颗的吃着。盛长歌没有说话，把瓶子放进袖子里。承平伯府的人在顺天府都被审讯了，目前没有有用的消息出来。那个小丫头说被拐卖，
真娘让人在人牙子里打听了一下，不是京城的，是外地的人牙子，并且带人来的时候并没有在京城贩卖，而是直接送入了承平伯府。找找有没有留在京城的人牙子，那些人牙子来自哪里，顺便看看哪个地方丢失的孩子最多。赌坊里记得下注。盛长哥，赢了钱请小爷喝酒呀。盛长哥拿起筷子敲了2下酒杯，那2个小官就迷迷茫茫地睁开了眼睛。来来，喝酒，陪着小爷好好喝酒，小爷今天有赏。2个人看着手里的酒杯，也只是当作自己恍惚了一下。公子久久不叫我们，可叫我们伤心了。你小子倒是舒服，嘿嘿，怎么不喂也？这个你也蹭？难道你没钱？你丫的赢了多少银子？难道不是小爷我的功劳？诗词是你写的还是你教的？得，你们下去吧，别和他谈点事情。盛长哥就慵懒地靠在椅子上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抢你钱的是景亭，不是小爷我。盛长哥微微笑了，却是不说话。这么些年，他一直到处游历，却在太子被废的时候回来了。那个小厮和裴国公府的庶女单独遇见过，除此之外没有和其他人接触过。厨房有专门准备茶水的人，他只是负责端茶倒水。那日人多，公子小姐都有随从，所以园子里都是人。为什么茶？小爷当你是朋友呀，期待你能带我浪遍京城。他既然不说实话，盛长哥也只有呵呵了。王爷，您几时来的？还是老规矩吗？还是老规矩，容易刻画的东西，还有上次送来的药膳方子，准备好送到镇国公府去。我去看看老太君，你去不去？自然。哎呦，哥儿啊，你没事吧？祖母可是担心坏了。祖母，哥儿厉害着呢，没事哈，您养好身体，我就好了。这么正常的盛长哥有点诡异呀。王爷，你快坐，蒋嬷嬷上好茶，吩咐厨房，哥儿在这里吃饭，做些好吃的。大长公主府中毒了。祖母，没事儿，陆院使厉害着呢。哎呀，有点饿了，等着吃祖母这里的好吃的。好，哈哈，你要什么都行，不如去府里的池子里钓几条鱼，府里的厨娘糖醋鱼可是一绝。这感情好，老太君，本王先去，你和哥儿说会儿话。穆北燕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门口。承平伯是怎么回事？盛长哥也不隐瞒，把承平伯府里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。你也是这么和那位说的？是。你做得好，注定瞒不了的事情就不要去隐瞒。那封信和那本书你看过吗？盛长哥点头，不仅仅是看过了，还记得一字不差。你就当没有看过，也不要过问，更不要有任何动作，只当做自己是个受害者。盛长哥有些不解，他想知道孟家的人和盛家的人都是怎么死的。你从御书房离开之后，他的影卫全部出动，肯定是为了这个事情。盛长哥陡然一惊，这个消息他不知道。如果木刚知道他在查，就知道他说谎了，那么思琪和思墨会不会有危险？从你说的话里，那些将领的死都和承平伯或者是他背后的人有关。他不会意识不到自己可能也被人利用了。哼，威胁到屁股下位子的事情肯定比谁都卖力。我知道了，我给爷爷去了信，说了这些。那没事，你爷爷知道怎么做。祖母，当初孟伯伯在虎城怎么出的事？从孟家军后来传回来的消息，说是和鲜卑久战不下，当时羌胡和鲜卑联手，战事焦灼，本来援兵定好日子到达的，但是当时是冬天，路过山下的时候发生了雪崩，
埋了不少人，阻断了道路。等到援兵到达的时候，我儿死守在城门口，身上插满了刀剑，却是立而不倒。敌军害怕，不敢妄动。想想程平伯的话，祖母，这场雪崩有没有可能是人为？北方寒冷，雪崩也是经常有的。你是说有人故意制造雪崩？现在想来，不是不可能。静默了半晌，老太君重新开口：龙城一战，建平一战，成安一战，有的是援兵不能及时到达，有的是粮草不够，有的是互传消息不通，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问题在。所以祖母、盛家、景家、孟家、裴家上一辈悉数战死沙场，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是啊，不仅仅是孟家，武将世家的4大家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如果天启后继无得力的将军领兵，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，都是长驱直入的事情。所以这更加像是一场早就布置好的阴谋，让青阳和青安过来。话一落，2个只露出2只眼睛的人就单膝跪在屋子里。这么些年，我怕触景伤情，没有动用你们，今时今日却是不用不成了。青阳带着我的信去成安找世子，青安从今日起做歌儿的长随。老太君，你身边必须有得力的人，你爷爷给的人定然不够，青安的功夫在影卫之上。2个人应了，青阳带着书信走了，青安换了小厮的衣服，跟在盛长歌的身边。歌儿，你和林渊都要好好活着。老太君，庆王殿下送药膳来了。今日带了什么好吃的？盛长歌的眉头紧紧地皱起，盯着石河不语。是什么好吃的？歌儿也沾个光。姐姐和庆王感情真好。老太君的手顿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他们之前就很要好吗？哪里呀，在之前小姐和庆王只是见过面，话都很少说。后来小姐去了长安，太后赐婚了，这不是还没有来得及见面就……说不定是庆王暗恋姐姐，也许他们私下里往来，你们不知道呢。都是明月楼的东西，适合老太君用的，可见用心了。是用心了，是常云没有福气。祖母胡说，我姐姐最有福气，不如去看看穆北燕钓上来没有。歌儿感觉她不靠谱。你说谁不靠谱呢？看看我的战果，厉害啊！江嬷嬷，糖醋鱼。好嘞，等着哈。孟云清出了镇国公府，他袖子里的拳头紧紧攥起来，摸摸身上还疼着的地方。说是以前，沈之文怎么敢？明明自己的才学都在沈之文的上面，偏偏这后面无所依靠，只能任人欺凌。孟云清转过一条街，就感觉眼前一黑，无人注意到一个少年在巷子里被带走了。盛长歌和穆北燕出了镇国公府，正要相约去揽月楼浪一浪，就看到听风抱胸站在门口。世子爷说了，打晕带回去。你敢？世子爷吩咐，不敢不从。我也是世子。那小的管不着。还没等听风到跟前，盛长歌两眼一闭，晕了。穆北燕看着趴在他怀里晕过去的盛长歌，一头黑线。他虽然愿意满京城浪，但是绝对没有抱着男人的嗜好。不过这盛长歌的身体似乎轻了一些，软了一些。抱着也不累。穆北燕索性就抱着盛长歌上了马车。听风在风中凌乱了。穆北燕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盛长歌。别说，盛长歌长得挺美的。这么小小的一个人儿，怎么就这么凶呢？穆北燕叹口气。不过什么时候算计盛长歌穿一回女装？
世子爷，盛世子晕过去了。打的？景庭皱眉，拎回来就好了，还真的动手打了。自己晕的，倒在贤王爷的怀里，被贤王爷抱上马车的。如今2个人还在门口的马车里，贤王爷正准备抱进来。去拎了，不要劳烦王爷，找人请陆院士来一趟。我家爷说不劳烦王爷。景庭是在意这个人吗？他不是讨厌盛长歌吗？他摸摸鼻子，跟在后面就要进去。王爷该回宫，看看你母亲了。穆北燕一脸蒙圈状态，景庭不对劲儿，景庭绝对不对劲儿，景庭100个不对劲儿。大黑，小爷要宰了你！一声怒吼惊醒了清晨的景王府。在院子里舞剑的景庭眉头挑了挑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告诉他半个时辰洗漱吃饭，之后去书房见夫子。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，告诉夫子盛世子身子弱了一些，但不耽误学习。告诉盛长歌迟到挨打，顶撞夫子挨打，学业完不成挨打，本世子拿着小条子亲自执行。听风嘴角抽了抽，自家的爷似乎找到了新的兴趣。听风到了盛长歌的院子。大黑，你给小爷出来。这是？你睡觉中被大黑黏糊糊的舌头舔醒试试。听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小爷是人，是人，你知道不？小爷我不是红烧肉，不是酱肘子，懂吧？听风算了算时间，所剩不多了，这才慢条斯理的把景庭的要求说出来。听风，你丫的又坑小爷，不早说！听风嗖的一下窜走，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。兴安，逮到揍一顿，可以做到不？好嘞，万一不小心揍2顿了，几顿都行。听风那丫的欺负他不是1次2次了。夫子，我肚子疼，想去茅厕。门外，那是小条子拍在桌子上的声音。盛长歌哀怨的老实了。夫子，我渴了，想要喝茶。门外啪的一声。夫子，这个釜底抽薪不就是不烧火了，做不成饭了？哪里有那么复杂？夫子摔下书本，黑着脸要暴走。门外啪啪，盛长歌一个哆嗦，欲哭无泪。门口有景庭拿着条子看着。相约来看盛长歌的众人站在书房外的院子里，大气儿都不敢喘。那个景世子，我们来看看盛世子。景王府一向是不接待女客的，今日也是男女一起才得以进入。景庭懒懒地抬头看着面前的一众人，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。来看我啊！走走走，都去我院子坐坐，回头明月楼吃饭啊！明月楼好啊，盛世子敞亮，可是好一些了。父皇很是担心，让本王过来看看。让黄伯伯不要担心，阎王爷不喜欢我。盛长哥，你真的这么老实？来来，你来试试，试试小条子抽的爽不爽？不如孙儿就陪陪盛世子，可好？景世子。景庭没有搭话，只是小条子啪的打在盛长歌手上。进去上课。真打呀！出了景王府，一个女子感叹：啊，若是我住在景王府，天天被景庭抽也甘愿。啊，你说景世子这般看着，盛长歌会不会告状？于是京城掀起了新的下注风潮。夜黑沉沉的，黑影沿着墙边摸索。他记得大黑从这个位置的什么地方钻出去过。他摸呀摸，找到了，出去有望了。头刚刚探出去，脚还在围墙的里面。糟糕，鞋子被狗咬住了。他索性踢掉鞋子，连滚带爬地从洞口里钻出来，转身用边上的石头堵住洞口。大黑，你丫的不要把爪子磨光了。愉快的转身，砰，他就撞上了一个人。鸡都叫了，您老还在呢。那人嘿嘿笑了一声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鼻青脸肿、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脸。
您老若是有冤屈，说出来，我给您报仇雪恨。就是来找你偿命的，盛长哥，拿命来！您老不要冤屈我啊！我虽然顽固，但是没有打死过人。看着那个爪子渐渐逼近，抬起脚就踹过去。那人一时不察，被踢中要害，弯着腰蜷缩在地上。你丫的，还想找小爷麻烦？不知道阎王爷都不敢收小爷吗？盛长哥恶狠狠地说完，转身就走。盛长哥，盛长哥一个哆嗦，没听见，绝对是幻听。你再走一步试试。盛长哥的头一下子耷拉下来，他慢慢的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头，只见巷子里停着一辆马车，地上的人缓缓爬起来。将来我要是找不到媳妇儿，盛世子你就等着吧。啊，听风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问你，你让清安做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盛长哥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也开始后悔，身边有个功夫好的不用，自己费劲爬狗洞。你还笑？上车。我骑马好吧，骑马，我怕我忍不住非礼你。上车。好嘞，马上。盛长哥3下5除2，扒掉身上的黑衣服，换上一身白色衣袍，手脚麻利地爬上马车。走吧。你怎么知道今天孟尝云头七我要去？静婷闭上眼睛，理都不理，她的手缓缓地伸出去。静婷却在这个时候骤然睁开了眼睛。我刚刚看到一只蚊子，怕咬着你。看到静婷重新闭上眼睛，她松了一口气，眼前骤然一黑，扑倒在静婷的腿上。起来。没有人回应他，盛长哥脸色苍白。先去陆院世家。没有几步，就看到盛长哥睁开眼睛。我是谁啊？我在哪里？盛长哥，醒了就起来。我是盛长哥。你不是盛长哥还能是谁？盛长哥的眸子里一点一点的聚集起亮光。我不是盛长哥，我是喜欢你的人。屁股痒了？盛长哥猛地坐起来。静婷，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吧？要不要从了我？静婷黑沉沉的脸上风雨欲来。小爷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过不一样的人生。盛长哥，你猜本世子现在想要做什么？本世子给你驾车哈。要你驾车？静婷莫名的烦躁。真死。废话，他打的不是你。哎，老实说，你让清安打我，是不是想要报复世子，但不敢啊？你真聪明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来到雷收了面前这个妖孽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静婷脸色一变，对着穆家几个兄弟说：有危险，组织百姓下山，让侍卫围过去，找一人回京调兵。同时叮嘱盛长哥：随老太君回城，本王和景世子过去。北冥，你疏散百姓下山，护送老太君回府。北燕，你回京报信调兵，速度一定要快。二皇兄，这里距离神机营不远，是不是也通知神机营？通知。转身随着景婷就奔向远处。盛长哥扶着老太君下山，和掀开轿帘往里面看去。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京城，5城兵马司的人已经截断了他们的后面，保证不会让人从山上下来。哥儿，这是怎么了？祖母放心，景世子和各位王爷都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您呀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林渊那里有爷爷在呢。你呀，也注意安全，京城不太平啊。因为景婷不在，盛长哥直接回了国公府，住在爷爷的院子里的偏房。窗口一阵风卷过，清安就站在了屋子里。公子，一切正常。咱们的人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小的没有，但是思墨因为救我们的人伤了，被带回去了。严重吗？皮肉伤。去清理自己，包扎伤口，回景王府去睡觉去，不要让人发觉了。清安领命而去。盛长哥站在窗口，看着东方的天空，巨大阴谋的一角已经揭开了。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有趣的画面，木刚会不会满意他所看到的一切？吱呀一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个人才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在门里侧站了半晌，确定里面没有任何声音，才径直奔着书房去了。盛长哥往里面看，那人异常忙碌的在书房里翻找着。这个人想要在盛国公府里找什么？难道是爷爷说的那个什么牌子？那个人翻找了一通，在屋子中间沉思了半晌，终归是没有什么收获。盛长哥发现那个身影格外的熟悉，那个人似乎被惊吓到了，从后窗翻出，眨眼就消失在黑暗里。谁？莫姑姑怒喝一声，就要追过去，一只手及时拉住了他。那人，小偷。那你不让我追，
景亭脸色一变，对着穆家几个兄弟说：“有危险，组织百姓下山，让侍卫围过去，找一人回京调兵。”同时叮嘱盛长歌：“随老太君回城，本王和景世子过去。北冥，你疏散百姓下山，护送老太君回府。北燕，你回京报信调兵，速度一定要快。”二皇兄，这里距离神机营不远，是不是也通知神机营？通知。转身随着景亭就奔向远处。盛长歌扶着老太君下山，和掀开轿帘往里面看去，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京城，5城兵马司的人已经截断了他们的后面，保证不会让人从山上下来。歌儿，这是怎么了？祖母放心，景世子和各位王爷都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您呀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林渊那里有爷爷在呢。你呀，也注意安全，京城不太平啊。因为景亭不在，盛长歌直接回了国公府，住在爷爷的院子里的偏房。窗口一阵风卷过，清安就站在了屋子里。公子，一切正常。咱们的人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小的没有，但是思墨因为救我们的人伤了，被带回去了。严重吗？皮肉伤。去清理自己，包扎伤口，回景王府去睡觉去，不要让人发觉了。清安领命而去。盛长歌站在窗口，看着东方的天空，巨大阴谋的一角已经揭开了。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有趣的画面，木刚会不会满意他所看到的一切？吱呀一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个人才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在门里侧站了半晌，确定里面没有任何声音，才径直奔着书房去了。盛长歌往里面看，那人异常忙碌的在书房里翻找着。这个人想要在盛国公府里找什么？难道是爷爷说的那个什么牌子？那个人翻找了一通，在屋子中间沉思了半晌，终归是没有什么收获。盛长歌发现那个身影格外的熟悉，那个人似乎被惊吓到了，从后窗翻出，眨眼就消失在黑暗里。谁？莫姑姑怒喝一声，就要追过去，一只手及时拉住了他。那人，小偷。那你不让我追？盛长歌附在莫姑姑的耳边说了几句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去睡觉去，身子要紧。好嘞，姑姑你忙着，我去睡觉了。吃点东西再睡。等我醒了，让俏聪来伺候我。知道了。莫姑姑看着盛长歌走了，脸色才一寸一寸地沉了下来。她走进书房看了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找个老嬷嬷带人把府里搜个遍。刚刚在国公爷的院子里还有野猫，吓了我一跳，这要是咬坏了东西都吃不了兜着走。盛长歌笑了，交给莫姑姑，她很放心。俏聪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。世子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让奴婢来伺候，是不是忘了奴婢呀？天叔爷在承平伯府出事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受伤？奴婢都吓死了。自然没事，小爷命大，聪儿是越来越美了。瞅瞅，这杨柳细腰，这细长的双腿，这玲珑的小脚。世子爷，你好坏。哼哼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难道你不喜欢本世子坏？你这张脸越发的娇艳了，盛开的花朵一般。俏聪眼眸里水波盈盈的，盛长歌笑容骤然一收，隐隐带着杀气。俏聪，院子里的小厮丫头可有不安分的？世子爷啊，你吓唬奴婢啊！爷这是心疼你，你是凌霄阁的管事，大事小事都是你管着。若是有那等不听话的、不好使唤的，给爷说，爷给你撑腰。他斟酌了一下，小心地说道：“世子爷，也就是那个思月，那个丫头沉闷，往往让做什么也不愿意啊。思月不就是爷爷派去的，总是暗中给他送饭的那个小丫头吗？还有吗？秦嬷嬷也倚老卖老，总是说俏聪不守本分。爷，俏聪就是想穿得美美的，爷看着也高兴，不是吗？”是，爷就喜欢娇滴滴的美人。放心，爷给你撑腰，回头就让莫姑姑都撵出去。爷对俏聪真好，爷不要回景王府好不好？俏聪想爷了。唉，爷爷让景亭管着我，你可不知道景亭的小条子抽人有多疼啊！爷哪儿疼？奴婢给您揉揉。算了，不能累坏了爷的小美人。你陪爷去书房找点东西吧。去书房？去书房啊，书房不能去吗？
爷，国公爷书房重地，奴婢不敢去啊。是爷去，又不是你去。走了，爷就相信你，别人信不过。盛长歌拉着俏聪的手，径直奔着书房去了。帮爷翻翻，有没有什么牌子之类的东西？牌子？爷，是木头的、铁的、玉的还是铜的？爷要知道还去找吗？只要是牌子都找出来。爷，您轻点儿，都弄乱了，国公爷回来会生气的。俏聪赶忙上去帮忙，他就细心多了，轻拿轻放，不留痕迹，摆放整齐。还是美人细心。两个人在书房里一通翻腾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。唉，难道他们说的是错的？我家并没有什么牌子。爷，到底是什么牌子呀？小爷也不知道，他们说很厉害的牌子。这老头把东西都放在哪里了？也有可能是卧房，一般卧房不是不让人进的吗？盛长歌盯着俏聪看了半晌，骤然笑了。还是你贴心，去卧房。俏聪捂着心脏差点跳出来的胸口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卧房里也不是一无所获，盛长歌把一张银票塞进袖子里。这也是钱啊，小爷可以去喝花酒了。俏聪微笑着不说话，外面却是传来声音：歌儿，景世子来接你了，在大厅等着呢。盛长歌脸色一垮，这么快？好歹让他松快一天呀。俏聪，你回去，哪个小厮丫头婆子不听话，去告诉莫姑姑。有银子了，可以喝花酒了。俏聪站在后面，怔怔出神。若是世子爷愿意对他多用心，他又何至于……大厅里，景婷坐在椅子上。景美人，难道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这么快就找来了？走了。景婷站起身，对着一边的莫姑姑点点头。盛世子我就带走了，等国公爷回来，自当送回来。这就走啊？我想吃府里的红烧鱼、糖醋鱼。馋也憋着。歌儿，走吧走吧，一会儿我让人送去。我还想去喝花酒，还想去调戏小娘子，还想……景婷也不说话，抽出一根油光水亮的小条子。走还不行吗？景美人，景世子大人，你这样的有暴力倾向的，容易找不到娘子，知道吗？不用你操心。盛长歌气鼓鼓地瞪着他，怎么不用我操心？你的未来娘子就是我。盛长歌耷拉着脑袋往前走。世子，您回来啦。哟，小娘子，这脸是越发的粉嫩了。爷，您的嘴是奴婢的最爱。景婷的脸沉了一下，小条子攥紧了。世子爷，您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瘦了呢？哎呦，嬷嬷，你是越发的精神了，这风韵犹存，迷人。来，抱抱。景婷的脸黑了几分。世子爷，听说您受伤了，疼不疼啊？美人儿，爷没事儿，爷还等着和你赏花看月亮呢，等着爷啊。景婷忍无可忍，屏风打晕带走。别！哎呀，景世子，我家世子爷就是爱玩，不坏，少打两下哈。景世子，我家世子爷嘴甜可爱，少打两下啊。不行，我要给世子爷做点好吃的去。我要给世子爷绣两身好看的衣裳，我家世子爷穿红衣服那叫一个帅气。叫那个院子快点建好，让世子爷赶快回来。景婷眉头紧皱，盛长歌竟然这么受欢迎。世子哥哥，盛玉书的眼睛含羞带怯地扫过景婷，才娇滴滴地说道：听父亲说你受伤了，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玉书亲手做了糕点给世子哥哥带上，世子哥哥以前可是最爱吃玉书做的糕点了。盛长歌笑眯眯地盯着他，人家的目的是景婷，他只是个很好用的借口。觊觎他的景美人的女子这么多，可是怎么办才好啊？世子哥哥，你是嫌弃玉书吗？盛长歌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这美人伤心他心疼，假哭嘛。景婷走过来，面容冷肃，半点余光都没有给盛玉书。盛长歌伸手想要接过那些点心。景王府缺你吃的了？
景王府的点心师傅也不错，至少不会加料子。景世子，盛玉书还想要说什么？霆锋，回府。哇哦，娇美的盛玉书美人被生生的当成了空气。坐地上。你太过分了！今天的景亭似乎不对劲儿，有隐隐的血腥味儿。你受伤了？山里发现铁矿，那些人一直在开采，山腹部几乎掏空了，但是不是朝廷的人。你好厉害啊！你是怀疑有人圈养私兵？如果程平伯背后的人敢对天齐名将们下手，所图谋不小，需要铁矿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如果山腹都掏空了，应该很久了。那里距离京城那么近，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要么保密做得好，要么有人打掩护。如果大长公主府都能混进去人，是不是京城的各大世家其实早已经被渗透？这一次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解释什么啊？我是清白的呀，绝对没有对不起你。哦，那就当他们是路过。他们？盛长歌哀怨地想，景亭果然是知道了。不如你说说，你搜了程平伯的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想寻宝啊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凤隐和程平伯无关，是后来别人放上的。那个杀手去而复返，似乎要找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是那个时候放的？也有可能是从密室出来之后，那晚人多也乱。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好找。凤隐可以自己做，瓶子也能自己做。景美人，你好聪明啊，我好崇拜你哦。滚！好嘞。盛长歌发现自己好喜欢听这个字儿，他可以立刻马上麻溜的滚了。你敢走，打断你的腿。你这么喜欢我吗？都不让离开你的视线，早说啊，我随时准备着。他说着就去解自己的腰带。你如果想要晕着回去，你就试试。盛长歌一腔热血瞬间被浇了个透心凉。景亭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这般是会找不到娘子的。景亭只是冷冷地盯着盛长歌，不说话。你今天和我说了13句话哎，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？在程平伯身上搜到了什么？没什么呀。盛长歌捂住自己的袖子，戒指是好东西，还是好线索，不能给。拿了。盛长歌后退，坚决不从。世子爷到府里了。听风一撩帘子就要进来，一下子推在盛长歌的背上，于是景王府门口的众人就有幸看到盛长歌扑在了景亭的怀里。听风愣在当场，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银白衣衫的景亭侧躺着，一身红衣的盛长歌扑在景亭的身上。哼哼，我想哭了。我也想哭，我想揍人。唯有长宁郡主安静地站在原地。盛长哥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盛长歌懵了，这么容易就扑倒了？那扑倒之后干什么？还不起来？盛长歌一个机灵，有点不想起。他一抬头，发现景亭的喉结也很性感，不由得伸手就摸了一把。盛长歌！听风一个机灵，一把拎起盛长歌跳下车。盛世子，小命要紧，赶紧逃！听风，领进去。裴森，救命！哎，穆北燕，救命！可是裴森和穆北燕齐刷刷的后退一步，这种情况救不了，谁撞上去谁死。景世子，滚！在听风拎着挣扎无望的盛长歌进入之后，大门轰然关上。你说盛长歌会不会被打死啊？我们现在做什么能够救盛长歌？不救！盛长歌欲哭无泪的看着自己被关了小黑屋，外面还有人守着。世子爷说了，从今日起你禁足，夫子日来上课，吃穿用度都有人送。盛世子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这外面的阳光也温暖，空气也新鲜，可惜啊。盛长歌咬牙切齿地想，听风还敢嘲笑他，他在屋子里，还有人不在屋子里呢。青安，从今天起，小爷我关几天，你就给小爷揍听风几天。好嘞，世子爷您放心，
保质保量，完成任务。温润柔滑，手感不错，再接再厉，总有一天要把景美人拿下。好忧伤，难道你不怕把景婷掰弯了？毕竟你现在是男装的。盛长歌如遭雷击，屋子里，屏风，今日午膳他就不用吃了。哎，让溥仪来一趟。屏风的眉眼闪了一下，赶紧去叫人。世子爷是为了救思墨才受伤的，如果不是世子爷挡了一下，思墨伤得更重。怎么才能让景婷喜欢自己，而不是掰弯了呢？蜂蜜纸女扮男装，那就是不能泄密的。这么些年，就连看病都是陆院士，绝对不会让第二个大夫把脉。外人看着是圣宠，只有他知道是怕泄密，又不能说是女的，又不想让景婷成为别的女人的，怎么办呢？盛长歌站起来，吱呀一声拉开门。盛世子，请回去。门口的侍卫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，良久，声音才停止。盛世子，我家世子爷说罚你今天不吃饭。盛世子，听风上前推开门，屋子不大，里屋外屋一览无余。盛世子呢？在里面呀。那个侍卫探头看了看，只见屋顶的位置被人掏了一个洞。盛长歌跑了。听风撒腿就往外跑。你是不是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庆安轻笑一声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接着回去睡觉。听风无语。盛长歌此时正趴在景婷院子的围墙上，才爬上墙头，就看到有小妖童端着一盆血水出来。你是自己晕呢，还是我敲晕你？那小妖童一看是盛长歌，把盆子一放，往地上一倒。我晕了。往干燥一点的地方躺舒服点，衣服给我。那个盛世子啊，其实我可以消失的。小妖童爬起来，脱掉外袍，一溜烟跑掉。屋子里，景婷趴在床榻上，溥仪正在低着头清理伤口。一抬头就看到盛长歌眼眶微红地站在面前。盛长歌对着他摇了摇头，径直上前接手清理伤口和止血包扎的活儿。盛长歌，景婷冷冷地瞪着他，翻身而起。哦，匀称的8块腹肌，这身材妥妥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也有型，好想摸一把。景婷脸色黑沉，抓起衣服裹上。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给摸摸就更好了。景婷笑了，溥仪就溜了。门口赶过来的听风，我家世子笑了才可怕。盛长歌，你惨了。盛长歌伸出手就奔着景婷裸露出来的肌肤去了。放心啊，摸了你我会负责的，会负责到底的，不要怕哈。今天就可以摸到景婷了。他眼眶红红的看着自己的手腕折断了。听风，让他出来的人自己去领板子。这个屋子给本世子重新洗刷了，脏。景婷，你混蛋，枉费小爷的一片心意。收好你的心意，本世子不稀罕。再让本世子发现你觊觎本世子，那就不是现在这么轻描淡写了。你说什么？本世子不稀罕你的心意，自己收好了。这里是景王府，给本世子安分一点。如果不安分呢？你要把小爷扔出去吗？盛国公回了，你自然会滚出景王府。景婷大步走了，溥仪在外面。听风，你说……他静默了一下，算了，然后径直走了。听风呆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什么算了？怎么就是算了？景婷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，自己的手在微微的颤抖，感觉特别的怪异而复杂。这些不对劲儿的、无法掌控的感觉，她必须全部压制下去。她不喜欢这种不确定和无法掌控。爷，这有点过了。闭嘴！景婷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盛长歌在池塘边站住。以前无论景婷多么讨厌自己，哪怕是挨打，哪怕是被狗追了8条街，哪怕是一头倒栽葱在雪堆里，她都没有心痛的感觉。现在为什么就因为景婷的一句话，她竟然会有疼痛感呢？那种疼痛感还不是躯体上的，似乎是精神上的。难道他真的喜欢景婷了？心口疼，求美人安慰。
情爱这种东西，盛长歌并不懂，只是感觉景婷好看，聊景婷也好玩。这是玩着玩着把自己玩丢了？还没整明白，就听到身后汪的一声。盛长歌一回头，就看到大黑飞奔而来。别停住！那硕大的狗直接把盛长歌扑进了冰冷的池水里。盛长歌在心里怒骂大黑，他是会游泳，可是现在他一只手不能动，长袍又裹住了身子，只能往下沉。盛世子掉进池子里了！盛世子跳进池子里了！怎么想不开？盛世子真的沉下去了吗？清安早已经一头钻了下去。是的，大黑估计想要救他，没有救上来。听风也跳了下去，随着听风的身影，一道身影迅速更快地跳进了池子里。盛世子不会出事吧？其实世子多好的人，天天笑着，看着就高兴。听风和清安最先冒出头，互相看着摇摇头。这时就见池子中间的位置，一个人拎着另外一个人飞身而起。听风，请陆院士。景婷把盛长歌放在床上，试了一下脉搏仍在，就让盛长歌趴在床边开始控水。终于盛长歌咳嗽一声，景婷心里紧绷的弦似乎终于松懈下来。你以为性命是什么？是你可以随意处置的。想死到景王府外面死，不要脏了景王府。说完起身就走。为何听到盛长歌出事他会紧张？紧张的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。奶奶的，谁想死了？我盛长歌吗？我是要长命百岁的好吗？大黑，你过来，看小扒皮抽筋炖狗肉。陆院士被听风一路扛过来。你小子干什么想不开？自杀？亏你想得出来，喝一肚子水好受吗？那个盛世子啊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哈。你这手脱臼了，我给你接上。只听咔嚓一声，老头，就不能轻一点啊？疼才知道生命可贵。你走。伤寒的药开好了，记得喝。陆院士气哼哼地站起来走了。盛长歌表示自己喝不下去。听风，他要是不喝，直接灌下去。清安站在一边，始终没有出声。我是被大黑扑下去的。你去换衣服，我有事情让你做。你的手怎么回事啊？摸景世子的代价。盛长歌病了，高烧不退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就没有再爬起来。陆院士直接住在了这里。夜色阑珊，屋子里多了一道黑影。他的手放在盛长歌的额头上，感受到温度没有那么高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盛长歌对这一切一无所知，他沉浸在纷乱的梦境里。景美人，小爷心悦于你。床前站着的黑影身子僵硬了一下。若小爷是个女人。后面的话又含糊不清了。那个黑影勾了勾唇角，呵呵，想得挺好。与此同时，京城高高的塔上，盛长歌没死。什么情况？不要告诉我盛长歌为爱自杀。盛长歌是被狗扑下去的，如今高烧不退。哦，那你就不要问了。那几个废物不要留下，更加不要给别人留下把柄，也我不留无用的人。夜色里的景王府很是寂静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划过，径直去了盛长歌的房间。他的手指一弹，什么东西就被弹入了暖炉之中，很快就有淡淡的香气弥漫开来。不一会儿，盛长歌就悠悠醒来。他睁着眼睛看着上面，他的神情是迷茫的。盛长歌，你在程平伯的密室里看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盛长歌侧过头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个人影。你不是来抢我的钱的吧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摸索着把自己的枕头抱在怀里。男子伸手一抓，就把枕头抓了过来。告诉我就给你。有什么？有钱啊，好多好多的金银玉器，名家字画。哎呀，可惜被压在地下，坏了，拿不出来了。除了这个呢？还有杀手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杀程平伯。我到的时候，程平伯已经死了，好惨，死了还被杀手搜刮搜身。那个杀手什么样？一身黑，哎呀，什么都看不到啊。还有杀小爷我，找死！你没听到什么？听到了，那个杀手让小爷出来，说是地狱无门，我自己闯上去。幸好小爷反应快，不然就死了。拿了什么？东
了，美玉、翡翠、金子，小爷背了一袋子，好多钱啊！圣国府有什么牌子？有个狗屁，小爷亲自找了都没有。那人在盛长阁的床前站立半晌，盛长阁好好活着。一边说，一边把枕头塞进盛长阁的怀里。枕头里除了银票，什么都没有。盛长阁心满意足地搂着自己的银子，呼呼睡去。那个人出了房间，径直掠向景王府外面。那黑影顿了一下，谁在那里？那人紧皱眉头，骤然拔地而起，几个纵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而他的后面，几道黑影追了上去。屋子里，盛长阁还在呼呼大睡。真正的迷魂香，人闻了就会心神恍惚，问什么说什么。有时候大牢里会用来刑讯逼供。景亭回头看看灯火通明的屋子，心里想着，有些事情也该开始了。京郊的冰山一角都如此震撼，只怕后面的力量会强大到他不能想象的地步。这样一种力量存在，他们毫无察觉。屋子重新归于静寂。清安，去找司燕，小爷我用了他给的香，他知道怎么找那个黑衣人。好嘞。盛长阁打了一个呵欠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盛长哥，听说你丫的为情自杀？谁说小爷我为情自杀？小爷我是那种会寻死觅活的人吗？满京城都是这样说，说是锦美人拒绝了你，你悲愤之下跳湖自杀。盛长阁瞪着裴森，谁说的？站出来，他保证不打死他。话说揽月楼的媚儿她不香吗？你非得锦美人这里吊死？大不了媚儿小爷让你了。小爷我魅力无边，要你让？嘿嘿，对嘛，这才是生龙活虎的盛长哥，小爷的好哥们儿，咱别娘们唧唧的追着锦美人哈。所以你家有姐妹要介绍给小爷我？嘿嘿，你知道的，小爷绝对是怜香惜玉的。嘿，你不要祸害我家姑娘啊！我姐姐长宁的婚事自己是做不得主的，何况她心心念念的都是锦亭。那个庶妹呢？那个庶妹长相一般，心眼子又多，你不怕死你上。那你哥那个桃红衣服的小妾，嘿嘿嘿，嘿，你丫的不惦记我家女的不成呀？那是我哥的小妾，你最好不要招惹我哥，那是个心狠手辣的，昨天就狠狠打了那个庶妹一顿，也不知道为啥。盛长哥眸子一闪，难道是在大长公主府的事情被发现了，还是其他？你哥不喜欢那个庶妹？难道你庶妹和那个桃红衣衫的小妾有一腿啊？他们怎么会有一腿？你想什么呢？脑子里有没有点正常的东西？没有一腿我就放心了，我比较看好那个小妾的。你看好有啥用？我哥也看好，人还不是跑了。和小爷说说，那个小妾和谁跑了？私奔了？还是你哥太忙，空闺寂寞？嘿，咱不那么八卦行吗？不行，八卦是小爷的乐趣。快说，小爷都过得那么苦哈哈的了，给小爷解解闷。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躲还来不及，反正那个庶妹要被送走了。送走？老家的家庙，此生不得入京。盛长哥不再问了，看着裴森嘿嘿笑着。你不要这样笑，这么猥琐小爷害怕。我想要吃明月楼的酱肘子、红烧肉、糖醋鱼，你安排哦，别忘了带梅花酿。嘿，凭什么？你见过空手探病的吗？给你脸了。盛长哥，你给老夫吃肉喝酒试试。喝了。我不。陆院士唰地拿出银针，我喝。老夫不想见你，一点儿都不想见你，懂不？你的魅力无边呐，盛长哥，你真的为情自杀？你也空手来探病？哼，本王是那等吝啬的人吗？穆北燕嘿嘿一笑，在怀里掏啊掏。当当当当，你看这是啥啊？放心，本王是靠谱的人，这是从庆王府里顺来的狗肉，特意拿来的狗肉，现杀的黑狗，最好的厨子做的。狗肉？他现在特别想吃狗肉。蔫巴巴的大黑缩了缩脖子，盛长哥抓起狗肉，看着大黑嗷呜一口咬下去，大黑哆嗦了一下，
飞快地起身出去。话说，你真的是扑倒锦美人儿，锦美人不从，你伤心欲绝就跳了池塘。谁说的？满大街都这么说。哎，你是不是非锦美人不要呀？是啊，此生定要拿下景美人。锦美人是男人，你也是男人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来，给小爷我分析一下，景美人是不是动心了？盛长歌一描述，裴森和穆北燕都觉得景甜有问题。他会不会是接受不了你是男人啊？要是男人这么觊觎我，我非打断他的腿。穆北燕上前揽住裴森的肩膀，你去哪儿下注？带上本王，离我远一点。裴森一溜烟地跑了。本王是洪水猛兽。回廊的拐角处，夏朝的景亭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盛长歌生龙活虎，他竟然松了一口气。府里闭门谢客，府内人可以自由出入，但是不接待外客。盛世子也可以自由出入？可以。听风诧异，盛长歌真的安分起来了。他上午和夫子学习，下午和清安以及爷爷找的五夫子练武。景亭有时候会不经意地走过盛长歌的院落，偶尔经过练武场，听风暗暗吐槽自家世子的不经意和偶尔有点频繁。哎，景美人想我啊？进去啊，随时恭候着。听风，走。哎呦，怎么生气了？我的心意你不接受，还可以是朋友嘛。俗话说得好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不然呢？成仇人？不至于啊！我喜欢我的，你也可以不接受，不影响。说着转身走了。景亭的脸却是华丽丽的黑了。景王府的门口有一张大桌子，当然是在赌盛长歌有没有死。裴公子，这都没有什么意思了，盛世子都几天没出现了。就是该结束了，你这1万两银子我们就不客气了啊。不要再等了，这景王府都安静这么多天了，我等可是一天都没有离开。盛世子以前可是天天可见的，这都几天了，根本就没看到。结束吧，分钱，我们好好吃一顿，回家休息了。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盛长歌都死了，有什么好等的？就是，人都淹死了。不要等了，盛长歌回不来了。谁说小爷我回不来了？这是赌小爷死了呢，你们也敢？大白天的，鬼也能出来吗？这一身入殓的衣服倒是好看。拿小爷我下注呢。哎呦，亏得多不多啊？都是小爷我的了，桌子小爷就留给你们了，多谢了。众人看着空荡荡的桌子，欲哭无泪。这么盼望小爷我死了呀？众人互相看看，一哄而散。盛世子惹不起。盛长歌笑眯眯地往前走。哎呀，世子爷，你好好的呀，太好了。小娘子，这身水绿衬你的脸白，真好看。哎呦，盛世子，你可活过来了。这些日子听不到世子的话，干活都没劲儿。哎呦，盛世子好好的呀，来，吃个鸡蛋。嬷嬷，精神越发的好了，看着年轻了10岁。哈哈哈，老婆子，我今天可是活过来了。清安，多买婆婆几个卤蛋，这蛋够味。你扛着大桌子干嘛？那不是裴森扔在景王府门口的桌子吗？白捡的呀，卖了不少钱啊。你很缺钱？前几天他不是给了一笔吗？钱嘛，谁嫌多？趁着年轻，能挣的挣，能捡的捡。盛长歌无语，他到底都收了什么奇葩？撕磨面瘫，一天没有一句话，思琪分分钟嘴巴不停，还八卦。眼前这个怕是不仅仅楼前是好手，肯定也是铁公鸡。买多少卤蛋？小伙子，你这桌子大结实，挺好的，不如就卖给老婆子我。盛长歌呆立当场，听着清安和老婆婆讨价还价，最后不仅卖了桌子，还带走了一大包卤蛋。卤蛋可是给你2个，剩下的我是要拿去卖的。要不小爷给你钱？好啊，卤蛋3文钱一个，2个你给我5文就好了，那1文就当小的孝敬了。盛长歌差点一口鸡蛋噎死过去，差点暴走。之前小爷我给你多少？ 200两啊。那
但小爷我吃2个卤蛋还要给钱。世子爷给我的，自然是我的了。再说了，跟着你没有月钱啊，打架斗殴满世界跑，不费体力啊。盛长哥蒙圈了，他感觉自己要好好缓缓。世子爷，卤蛋不吃了，给你卖。哎呀，还是世子爷体恤人。明月楼的房间里，裴森坐等分赃，刚抓了2锭银子塞进怀里，就听到门外盛长哥对着真娘哭诉：你不知道老太君给小爷啥玩意儿，妥妥的铁公鸡啊！小爷吃2个卤蛋还要钱，说让一文孝敬我。哎呀，这人，要不世子爷您让给我，我这里可是缺这样的账房。给的工钱多不？你想都不要想，在这里1年领50两，加上奖金可以到100两，去吧。那就算了。盛长哥进了屋子，扫了桌子上的东西一眼。你丫的没有藏私吧？你侮辱小爷，小爷是那样的人吗？那就分吧。有我一份。盛长哥瞪着他，想钱想疯了。传播你死的消息是我。盛长哥感觉自己要心梗，裴森在一旁看得乐呵。3七分结束，盛长哥笑眯眯地看着清安。你若做了一件事，不仅仅这一份给你，还有额外的。世子爷你说。裴森。裴森抓起自己的那些，撒腿就跑，但是哪里跑得过清安，随即被按倒，2锭银子立刻就被搜出来。盛长哥，你欺人太甚！抱歉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爷要和你绝交，绝交！清安小可爱，别数钱了，说说这几天的收获吧。请叫我清安，不然我将来的夫人是会生气的。你有吗？清安默，这个打击有点狠。裴宣的小妾是在山脚捡的，据说落崖失忆了，估计是恢复记忆跑了，如今住在槐花街旁边的杨柳巷，裴府的人没有找到他。也许根本就没有失忆，而是发现要暴露，所以逃了。你让追逐的黑衣人气味在咱们府后的河边消失了，景世子的人也没有追上。黑衣人消失的地方在圣国公府的后面。庶女已经送出了京城，已经派人去接近了，直接带走目标太大。裴宣没有直接弄死，说明参与的程度并不是很深。俏聪被莫姑姑抓了。盛长哥悠悠笑了，莫姑姑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呀。因为和外人在国公府私会，并且贪没了凌霄阁不少东西，思月和秦嬷嬷已经送去槐花街了。他那个凌霄阁忠心不二的也就只有这2个人了。京郊铁矿已经被锦衣卫接管，如今各处严查，那些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逃走的后来也都被人杀了，一时并没有什么线索，都不能确定矿石是怎么运出去的。穆北明呢？种田养鸡，除了镇国公府几乎足不出户。思慕好些了，让来见我，不吃。清安立刻笑眯了眼，有肉哈，那是一定得吃的。清安，你以后晚上给小爷我加课吧，功夫太弱不行。加钱不？难道那不是你这个贴身侍卫该做的？南城的城隍庙一向是热闹的，盛长哥一路买了好多吃食，直接租了马车拉过去，一进门就有一群小孩子围过来。世子哥哥，世子哥哥，最近有没有好好听姚老的话？有，我们都有好好学习。那去找清安哥哥拿吃的。盛长哥看孩子们蜂拥而去，直接进了屋子里。过来下一盘。哼，输了别耍赖。你输了别抱老夫大腿哭。盛长哥笑嘻嘻地坐下，随手捏起一子，随意放下。他的棋艺不差，但是孟长云更厉害啊。程平伯背后的确有人，但是具体还在怀疑阶段。孟云清在你去镇国公府那一日出来消失过一段时间。盛长哥的手顿了一下，孟云清有问题啊。程平伯府的乞丐来自西南方向，目前有一个人牙子的踪迹，估计很快就能够追踪到。姚爷爷辛苦了。你可千万别客气，你一客气老夫就害怕。西南方向，楚王和裴家驻军目前都在西南。京城的水很深，你小子小心一点，3番5次受伤的命很金贵，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所以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了吗？姚老当年也是知名大儒，后来被牵扯进一件案子里，罢官流放，入狱追杀，是当时6岁的盛长哥去郊外游玩救回来的。
若无他的指点，今日的盛长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底牌。去吧，老地方。城隍庙地下是个宫殿一样的存在，应该是很久之前就有了。少主，金安目光闪了闪，14岁的盛长歌竟然有这等筹谋，拐过一条通道，把守的严密了很多。金安突然感觉这些人能力和自己相差应该不多。少主，叶隼，人呢？里面。叶隼在前面带路，盛长歌溜溜达达的跟在后面。叶隼，最近这感觉是越来越有味道了。少主，属下的脸也是越长越俊。有景廷俊吗？自然不敢和少主心上人比较。嘴巴倒是油花不少，没有少撩姑娘吧？上行下效，和少主学的呀。没有少主的魅力，不能撩动一城的美女。到了，嘴挺硬的。清安，让叶隼带着你给我试试那些手下，不足之处和叶隼说。哥们儿，走吧，比划比划去。他推开门，就看到一个壮硕的男子被铁链子拴着。你这双眼睛带着怨毒，小爷不太喜欢。说罢，他的手一扬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挥洒出来。那汉子只是感觉眼睛剧痛，很快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汉子摇着头想要说话，但是嘴里堵了东西，而盛长歌现在也没有想要听，他只是起身拿出匕首，在他绑在后面的手腕上划了一刀，温热的液体流淌出来，地上放了一个盆，就听到液体落入盆里的声音。柳凤山，云州人士，少年拜师凤元山。柳凤山一愣，他们竟然能够这么快就查到他的底细。你的同伴只知道你是孤身一人，但是你有父母，有妻儿，被你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。你父母对外宣称儿子早逝，可对，父母康健，妻子秀美，儿女健康，不错，好日子。凤元山南麓物产丰富，风景优美，也是个好地方。哎，冷静，别乱动。你的血管呢？我割开了，就这么滴答滴答的流着，1-2个时辰也就流干了，也不痛苦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你说是把你放干了血送回去团聚，还是送他们去地府与你团聚？那个汉子脸色涨红，又开始挣扎，整个铁椅子都被摇晃了。你是刀口舔血的，自然知道你主子的脾性。如果他们在尸体里没有找到你，你猜会怎么做？汉子的脸上渐渐地浮现恐惧之色。目前的消息是，除了死在矿场的，逃出来的人都被杀了。汉子再次呜呜起来，显然是要说什么。小爷我呢，耐性不大好，如果你讲的是废话，那就不必了。如果是有用的，说不定小爷能放你回去救家人。当然，说得越快，走得越早，能救到人的机会越大。不知道你需要这个机会吗？那个汉子拼命地点头，侍卫上前取下他嘴里的东西。矿场只是其中一部分，管理很严格，各部分只负责各部分的事情，不准到别的部门去，也不准搭话。各部门有自己的主管，主管上面还有更大的，一级一级单独联系，不准越级。我只是护卫里的一员，见不到大人物。但是有一次我听到主管和上面谈话，提到了王爷2个字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用。矿石怎么运输的？矿场主管房间有密道，穿山而过，通到那边山下的河流，用船走水路。水路不是有官兵盘查吗？船上正常运石头，矿石是用铁兜放在挂在船底拖行的。铁矿石开采慢，也不会很多，所以一次带的不多，而且不是带到同一个地方，是运到不同的地方提炼出原铁。这些原铁会运到不同的地方去，那些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。你在矿场期间有没有官府的人查过，或者有没有外人去过？只有一次夜里来了个浑身黑衣的男子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管事儿的都很尊敬的磕头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披风上很是名贵。你们平时的消息是怎么传递的？不知道，这些东西不许打听。盛长哥没有再问，因为问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。小爷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是能不能活下来
就是你的本事了。算起来，小爷我救了你一命，不然，此时你已经是死人。啊，我懂，从此隐姓埋名，找个角落安稳此生。没有见过少主，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你的眼睛半个时辰后恢复正常，小爷会让人送你出城，送你一匹马。多谢少主。练武场上热闹非凡，除了叶隼和青安打成平手，其他人都不是青安的对手。来，和小爷练练。青安站在原地不动。你看不起小爷我？小爷最近身体不好，硬拼小爷我不行，技巧你不行。那就来吧，属下可是不会留情的。你以为小爷会留情？战场上的敌人可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不会给你留情，留情的都是蠢货。话语落，他已经欺身而上，力量不够，身体不好，那就近距离智取。青安挑挑眉，眼看着刀到了跟前，青安伸手就抓住了刀柄，谁知盛长歌身子用诡异的姿势转了一下，那把刀就顺着青安的胳膊一划，直接架在青安的脖子上。青安，你输了。重来。盛长歌也不拒绝，直接扔了刀。这一次青安先进攻，盛长歌竟然不躲不避，伸手抓住了青安的拳头，顺着他的力道往前一拉，一脚踢出，青安直接扑了出去。围观众人先是目瞪口呆，接着欢呼叫好。青安不信邪，再次出拳，盛长歌抓着他的手微微一笑，一个转身用力一个拉，就把青安摔了出去。属下输了。一群人呼啦啦的围上来。少主，我们想学。你们少主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东西？你们什么都看着好，都要。少主，哎，停，又来美人计，有点出息没？给。说着就把一本小册子丢给叶隼，你看着办，同时另外几个部门也学，不许吃独食。好吧。盛长歌看着青安眼巴巴地看着，你跟着我练就行了，我力量不行，功底不行，只适合近身搏斗，轻功啥的都不会。那你平时？第一，我不会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功夫，也不会飞来飞去。第二，我懒，有人可用，我懒得动手，太累了。本来我也只会近身揍人。青安无语，先练着，回头会给你们一套训练计划。柳凤山的事情处理好，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。盛长歌带着青安出了地下，又和姚老下了几盘，才慢慢悠悠的顺着街道往回走。有话就问，憋坏了我不赔。你才14岁，这些人？6岁那年救了姚老，从此他就是我的恩师。他给我讲京城的局势，我知道自己并不安全，国公府也不安全，所以就从那个时候起，主要操作的是姚老。青安没有说话，心底却是震撼的。青安，我让你看到这些，因为我信你，我的人要的只是忠诚。属下懂了。那个糖葫芦不错，买几个回去调戏景世子，回头给你钱。属下以后除了娘子，愿意给世子爷花钱。世子爷，你对景婷是认真的吗？你猜？地位能和青安未来老婆一样，还真不容易。盛长歌径直回了盛国公府。世子爷，奴婢真的没有做什么，你要相信奴婢啊。你说你是冤枉的？是的，世子爷。奴婢见的是奴婢认识的一个老乡，他说有家人的消息了。是吗？所以你的价值不菲的碧玉手镯，你身上玲珑坊的衣服都是他给的？是的，世子爷，他对奴婢有那种心思，不过奴婢还没有应承。他是做什么的？说是别的府邸上的管事，详细的奴婢也没有问，奴婢真的是没有越矩的地方。凌霄阁的东西呢？世子爷，你一直都相信奴婢，奴婢都是保管着的，防止那些丫头手脚不干净，断然不敢动分毫。奴婢的心里只有世子爷，怎么会给世子爷脸上抹黑呢？奴婢对不住世子爷，世子爷要慢要罚，奴婢都认，求求世子爷不要让奴婢走。你的手有点丑。世子爷，乔聪，你跟了我7年了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私会外男，贪墨财物，
都是什么惩罚，你知道吗？奴婢没有。有没有我也不问了，这两样哪样拿出来，你不是被打死，就是被发卖到那种肮脏的地方去。世子爷，求求你，看在奴婢对你一片真心上。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和我说的？奴婢的的确确对世子一片真心啊，一心都是为了世子爷。既然如此，你到底是跟我一场，我就做主网开一面，卖身契我撕了，你就走吧。天高水远，你找谁都可以，只是从此和国公府没有关系了。世子爷，这是本世子最后的仁慈。就这样，你太心软了。当然不仅仅是这样，小爷对待背叛的从来不会手软。外面的花园道路上，莫姑姑静静地站在那里。晴安，你去前厅等我吧。就这么放了？我太心软了，是不是莫姑姑？你爷爷和我说了，他后面有人，你的饭菜里的毒是来自他，那日书房也是他。莫姑姑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找人跟着呢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儿，国公府有我，会清理干净的。知道，莫姑姑最好了。听说你跳湖，洗了个手，被那条大黑狗给扑下去了。静婷虽好，你最重要。你是你父亲最爱的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爱护自己。走吧，做了你爱吃的。两个人还没有走到前院，世子爷，孟云清前来拜访。你去，我去厨房看看。清安，那日要迷晕我探话的黑衣人有什么特点没有？看不出来，不过大黑咬了他一口。这些日子查一下脚腕被咬伤的，或许是一个线索。他静默地站在那里半晌。清安，穆北燕探病的时候带来什么吃的？不是狗肉吗？从庆王府顺来现杀的黑狗肉。你是说庆王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就是巧合。盛世子，孟兄别来无恙，坐。多谢盛世子。今日云清登门，也是有事相求。哦，孟兄且说说，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帮上忙。就是盛世子能够得到景世子指点，云清很是羡慕。想着云清若是能够知道景世子让盛世子学了些什么，跟着也学习，说不定3年后也能下场。你要景婷让我学习的那些东西？云清母丧，国子监不一定能去了。老太君仁慈，说可以和孟世子一起去国子监，但是云清还是想多学一点。这京城能得景世子指点，是天大的福分。不知道盛世子能不能帮帮云清？这我需要征求景婷的同意。若是可以，世子爷您练笔的废纸也行。我回去问问。那就多谢盛世子了。孟云清想要离开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。世子爷还是小心沈之文。盛长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匆匆远去。世子爷，他何意啊？等着，总会知道的。吃饭去，小爷我饿了。盛长歌和清安吃过饭，溜溜达达的往景王府走去。站住！这些人是不是傻子？世子爷，他们早就跟着了，你非要走小巷给机会。孟云清提到了沈之文，他今天大概是来报信的。他和沈之文要好，为什么还要向你示好？小爷我的大腿更粗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清安的回应就是无语望天。喂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，老大，留下什么来着？留下买路财。你闭嘴！反正留下钱财，脱光了衣服到大街上跑一圈，小爷们就饶了你。小爷看起来很好欺负。欺负的就是你。两头的人手里都拿着棍棒，齐齐往中间逼过来。要我出手？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你且等着小爷完虐他们。盛长哥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那为首的人冷笑一声，直接拎着棍子扑上来。盛长哥嘿嘿一笑，一招一个，个个都打在要害上。清安的眼睛还没有看过来，战争就结束了。那小子指定被打得哭爹喊娘的，嘿嘿。等他们进来，堵住巷子口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小爷今日不虐死你们，你们就不知道谁是京城第一纨绔。沈之文带着几个人一走进巷子就愣住了。盛长歌为什么是站着的？他找的人为什么是躺着的？转身要走，却发现后面一尊大神守着。沈之文，那个我家里还有事儿啊，过来，或者小爷我宰了你。沈之王无法，战战兢兢地走过来。盛世子啊，这个都是误会啊，我也就是路过。哦，是吗？误会不误会，小爷我不知道。
小爷我知道，今天想要看你脱光了跑。沈之文双手抓着自己的衣服，一个劲儿的摇头。脱了跑，或者让小爷我阉了你。哎呦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爹是沈基九。天王老子也别惹小爷，小爷是带刺儿的。脱！盛长哥来真的。沈之文哆哆嗦嗦的脱衣服。行了吗？脱了。最后一件了呀。脱了，小爷也可以给你打碎了。我脱。后面的都脱了，跑！盛长哥的目光落在别处。奶奶的，他们有脸脱，她是好姑娘，没脸看。于是傍晚的大街上，一群白斩鸡满街鼠窜，数量之众，速度之快，让大街小巷的人目瞪口呆。难道不应该捂脸吗？毕竟其他地方都一样，捂住脸就没有人认识了呀。世子爷，你见识短浅了，毕竟一样的地方也有大小的区别。好吧，真的是见识短浅了，但是捂着脸哪怕小，谁知道是谁的呀？盛长哥心情极好的蹦跶回景王府。嘿，等我啊！听说你让一群男人脱了衣服跑。是啊，惹了小爷我怎么能不出口气啊？不过身材不比你。都脱光了，一个布丝都没留。没留。我去睡觉了，你既然好奇，不妨去看看。估计被围观，尚且未回家。说着哼着小曲儿往他的院子走去。爱咋地咋地，醋好喝多喝，与小爷何干？小爷我记仇。景婷站在门口，脸色黑沉沉一片。让那些人学会闭嘴，这件事和盛长哥没有关系。听风风中凌乱了，这是护着盛长哥。景婷，我们谈谈。没空。京郊铁矿书房。盛长哥溜溜达达的跟在后面。书房里，盛长哥说了京郊铁矿的密道，同时说了孟云清的失踪，那个黑衣人消失的地点，以及庆王杀了黑狗吃肉的事情。好了，说完了就当抵饭钱了。盛长哥笑眯眯的转身就走，不黏糊不腻歪，和平日里半点不一样。景婷反而别扭起来，盛长哥似乎变了。盛长哥的身影在门口消失，景婷站着，只感觉空荡荡的。京城的这一夜，似乎很多人没有办法睡觉。清晨的朝堂炸了，御史们义愤填膺，怒斥一些大臣管教孩子不力，竟然让儿子当街裸奔。沈继久等人耷拉着头脱光跑了，问自家孩子咋回事，却是什么都不说。如此学子，今年就别下场了吧。这样的人下场，臣怕科考被人诟病，什么品性的都收。算了，孩子们还小，一时鲁莽也是有的。今日起就家中禁足吧，科考朕还准许参加。众大臣松了口气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景婷。景世子的脸色不太好。礼部何在？臣在。太后授臣，在科考之后，尔等好好准备一番。太后说今年不太平，要减半，也不可失了体统，多请示太后的意见。臣遵旨。陛下，承安大捷，沐风郡和天官郡已经回到天齐手中。如今西岳太子龟缩于临平郡，多日不出战。好，圣国公就是圣国公啊！恭喜陛下！恭喜陛下！有圣国公在，临平郡也指日可待。景婷的眉头却是微微皱了一下，有点不对。景婷是带着皇上的口谕回来的。禁足？景婷点头。承安大捷，沐风郡、天官郡受缚，楚征龟缩临平郡，不应战。目光却是紧紧地盯着盛长哥的小脸儿。盛长哥的反应比我更快，这是个纨绔。谁说这是个纨绔？盛长哥也不说话，找出临平郡的地图，仔仔细细地看着。盛长哥想着脑子里的那本小册子上的地图，临平郡周围的群山中应该也是有问题的。出征是跨江作战，粮草的补给注定不是那么顺利。如果他在猛烈的打击之下不退回西岳，反而闭关不出，死守不战，那就说明他有底气，有充足的粮食，或者有援军。爷爷必定封锁江面，西岳的粮草是进不来的。那么楚征的粮草，或者他等的后手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盛长哥提笔刷刷写下一封信，想法子把信送到爷爷手里，
用800里加急的速度。接着滴滴说了句：找着了。盛长哥眼睛死死地盯着地图，拿起朱笔在地图上点了几下。承安，有问题，还是大问题？有问题，就是担心爷爷，没事。你不信任我？不是啊，只是不想麻烦你。景亭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景王府整个的陷入了低气压之中，无人知道景世子最近怎么了，总是黑沉沉的一张脸。盛长哥真的禁足了，待在自己的院子里，没有踏出来一步，除了清安进进出出。哎，你说盛世子真的死心了吗？都死了一次了，大概是死心了。这样也好，虽然2个人看着般配，终究都是男子。怎么会有点可惜的感觉呢？难道你们没有发现，以前咱们世子被闹着倒是一切如常，如今那位不闹了，他怎么还变了呢？好可怕呀！哪里可怕了？你们家世子怎么了？那个王爷啊，您的脚不疼吗？枪头可是扎上了碎瓷片的。嘿嘿，小爷我早就都拔掉了，不疼不疼。一边说一边跳下来。青天白日关门闭户做什么？见无人回答他的话，溜溜达达的往盛长哥的院子里走去。嘿，你丫的真的一心想学呀？是啊，从此专心学习，准备精忠报国。得了，就你精忠报国，你只适合当个富贵闲人。你是准备做个富贵闲人？富贵闲人不好吗？7个兄长都厉害，能者多劳，小爷我就享福一点儿。是吗？盛长哥不置可否，皇帝的儿子不觊觎皇位，谁信？哼，爱信不信。小子，真的不追着景亭跑了？小爷我都住在他家里，还去追着跑？也好。静默了一会儿，穆北燕又说：朝堂好忙，我那个父皇天天摔杯子，王德的头发都快要掉光了。出大事了。盛长哥书本盖在脸上，这个天气适合睡觉。私人的铁矿、银矿、各种矿，还有秘密的铁器、冶炼的地方，这些汇总到一起，说明背后有大动作，不是大事吗？找到了地方，人呢？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哼，问题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人去楼空。盛长哥没有说话，人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穆北燕一想，难得浮生半日闲，就这么也睡了。所以景亭路过的时候，就看到2个人脸上盖着书，在阳光下睡得格外欢畅。穆北燕走的时候，扔下一包小零嘴儿：不要太想本王，本王也是很忙的。好走，不送。小爷这么风流倜傥，你不想是你的损失。他不明白穆北燕来做什么，似乎就是为了来闲聊。这一包肉干明显不是外面买的，而是亲手做的。正吃着肉干出神，景世子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望恕罪。营卫出动，一共找到18处矿藏，炼铁之处6个。但是在锦衣卫和各地驻军出动之时，那些地方的人突然就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是一些被雇佣干活的百姓，完全不明所以，还以为是官家的矿场。如果那些地方的人都是私兵，是不是说得过去了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那些人无迹可寻，那么多人的私兵藏在什么地方？那些用铁制造出来的东西又在哪里？这么多人怎么养活？锦衣卫里也有暗卫，暗地里在各处巡查，竟然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听说里面有银矿，还有金矿，你是说他们自己铸银？天齐流通的是官银，如果他们自己铸银，为了能够使用，会怎么做呢？景亭，你接手调查这些事情。程平伯说到裴家、孟家、盛家和景家，不管他们要做什么，总要知道我们父辈怎么死的。裴国公府庶女在遣送回原籍途中失踪。景亭一愣，这种事情他的确是没有关注。清安从外面匆匆进来，看到景亭在，行了礼就不说话了。说吧。孝宗昨夜被人掳走，现在在乱葬岗找到了。死了？死了。所以这几日他没和任何人接触过？除了出来买吃的，不曾。他所说的老乡并没有出现。院子里一时陷入静默，霆锋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看了半天，终于还是开口了。世子，长宁郡主来了，和您商量太后寿辰的事情。景亭发现盛长哥还在出神，就转身走了。清安，姚老怎么说？京城有大鱼。院子里走走，
有点闷。京城哪里是有大鱼？京城分明是有一张大网，他们似乎都是网中鱼。盛世子，盛长歌正出神，冷不丁儿被打断了。长宁郡主今日很美。盛世子过奖了。盛世子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有侍卫匆匆过来。盛世子，府外有位姓孟的公子送了明月楼的食盒。盛长歌对着长宁郡主淡淡一笑，转身走了。抬进来，小爷正好饿了。长宁郡主的手攥紧了这个盛长歌。长安大捷，800里加急传回来的喜报，西岳太子退过兰江，临平郡已经完全收复了。京城因为春闱在即，各地学子都在，热闹非凡。盛长歌站在高高的西城墙上，长安大捷似乎太容易了。楚征可是坚守临平郡半月之久，粮草未曾断绝，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让出临平郡？该回去了。走吧，小爷我饿了。亲爱小可爱，有没有带钱啊？谁让他当初说要给世子爷花钱的，如今天天被坑。没带，1文钱都没有带，手下好穷的。盛长哥，小爷请你。清安放心，小爷不会让他坑你的。哎，多日不见，竟然长俊了，瞧瞧这皮肤吹弹可破的。你丫的调戏谁呢？就是这样，别端着了，这样才是盛长哥。你知不知道赌场里头疯了？压小爷我不中，是吗？自然，难不成是我？小爷我没那么大的魅力。明月楼的门口，盛世子，走走走，今日裴公子请你们吃酒，一起。你要点脸。脸这个东西，小爷我有，你没有送你了。小师弟，我们来给你践行。切，还是不要去丢人了吧。盛长歌挑了挑眉，这厮是还没有长记性。盛长哥，敢不敢和我对赌？不是说好了谁脱光了在晋阳大街上跑一圈吗？嘿，你要加码吗？谁输了谁跪下喊另外一个人爹，你敢不敢？你这儿子小爷我不太喜欢，太丑，还是个逆子。盛长哥，好吵啊，你爹耳朵要让你吵聋啦。雷森，立协议，防止不认账。赌这个小爷会怕。来，下注，中不中谁脱光了跑谁叫爹，快点来。我压沈之文，他爹可是沈继久啊！我压沈之文，我压盛世子。盛长歌站在楼梯上回头，就看到云华站在那里对着他笑。我压盛世子。盛世子，压你的，真有美人缘。没错，小爷的美人缘，你等望尘莫及。压什么压？云华姑娘，杏儿姑娘，上来，今日小爷请客。好嘞。哎呦，银子呀，1000两银子跑了。盛长哥也就适合这样的。哼，你适合哪样的？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的那种？云华冷冷一笑，转身上楼。你盛世子，要不要一起？盛长歌的眼角瞥见里面端坐着的玄色衣衫的背影。不打扰了，杏儿姑娘，云华姑娘，这边请。这个盛世子就是可爱，可是怜香惜玉第一人。玄色衣衫的背影没有说话，只是攥着杯子出神。隔壁的欢声笑语不时扑过来，这边的屋子里却是越发的静默。世子爷，陛下寻你。先走一步。静听点点头，起身出了屋子。世子爷，盛世子搬回国公府了，说是要从国公府去考场。静听的步子停了一下，接着往前走，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。2月初9，天齐3年一度的春闱开始，1场3天，一共3场。盛长歌自己盯着食物和换洗衣服，过了一重一重的检查，独自待在小小的房间里。这是他盛长歌的第一步。场外送行的人还舍不得离去。爷，您……听风想要说什么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。今天盛长歌下场，景亭的马车就停在这角落里，看着盛长歌入场，但是却没有露面。良久，等到门口的人都离开了，走吧。尚且没有走多久，马车的窗户就丢进来一个小巧的竹筒。听风，回府。到了府里，景亭就直接进入书房。
爷说，最近有一些人分批购买木炭、硝石、硫磺等东西，聚集起来数量不少。地点：杨柳巷裴轩那个私逃的小妾院子里。调人暗中搜查，能抓的抓。世子爷，这么做容易暴露。去做。盛长歌在考场里，他不能出事。穆北庭带着陆天笑已经在排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你以为小歌儿是吃素的？那个人比谁都惜命。穆北燕甩出一个小册子，看看曾经和那个小妾有接触的所有人，和你查到的有没有重合的。霆锋立刻拿起来去核对，和那小妾有接触的竟然都是大家大户府邸里的下人。京城这是织了多大的一张网？只要有动作就要暴露一部分，总会挖出来的。去暗中收拾残局，尽量不要让人跑了。哎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担心那小子？滚！别，承安有异动。因为今夜的密报，西岳太子退守兰江边，和承安隔江而望，并不曾扯兵。承安中似乎有不明势力在蠢蠢欲动，盛国公准备一探究竟。先不要告诉盛长歌。他立刻让听风派几个人立刻赶往长安，暗中帮助。与此同时，城隍庙里的姚老也收到了消息，带一支精锐2日之内到长安，于此处设伏。若是与盛国公有难，就出手，其余概不理会。静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暂时不要告诉盛长歌。王爷，人跑了。谁跑了？那个女人跑了。混账！王爷，公园东南角有异常。轰隆一声，他们还没有出发，就听到远处传来声音。等到穆北庭带人赶到的时候，就发现公园边的一处房间倒塌。沿着倒塌的房间搜寻，地下竟然有一条通往公园的暗道，暗道里有很多火药，只是现在不知道被谁都泼湿了。戒严，隐瞒。陆指挥使，这里交给你，本王巡查周边房间，回宫报信。御书房里一片低气压。说说你的想法，有没有可能是谁圈养了私兵，意图谋反？穆刚也静默。京城能征善战的将军所剩无几，裴家的、景家的、盛家的、孟家的顶流将军都不在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有人大规模圈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天齐真的危险了。思索良久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景亭，朕的营卫交给你，京城之中秘密搜查，一定要盯紧了那些人。盛长歌从承平伯府得到的，你看看吧。景亭翻了一下，那本书里画的赫然是已经查到的那些矿藏地图，信里却是只有简短2句：京中诸事皆妥，待一夜南风起，里应外合，得之。裴娟在科考的第1日被召入宫，谈了什么不知道，却在这一天，裴国公府秘密处死了一批下人，说是给盛世子的交代。大长公主府送了几个小厮和丫鬟给景亭，说是和那个下毒的小厮有牵扯的。景亭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收下了。皇上的影卫已经被派出去了，就盯着那些和小妾有关的人。京城最高的塔楼上，主子，宫约没有成功，赫然就是裴轩的那个小妾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奴回去受罚。眼眸里都是深深的恐惧，而恐惧之中似乎又有对黑衣男子的渴望。裴国公府奴已经搜遍了，没有找到主子要的东西。这就奇怪了，孟家没有，盛国公府没有，裴国公府也没有，难道在景王府？无论他的布局多么周密完美，只要还有那一股力量在，他都随时可以被倾覆。也给你一个任务，盯死盛长歌。上一辈已经无人，那些人要是想要找到新的统领，只能从这4大家的后辈里找寻。盛长歌最弱，但是也最让他看不透。盛长歌爷可是图谋了10几年，你可不要让爷失望才是。今日是科考最后一天，去吧，好好做，不要让爷失望。女子低声答应，转身退下。从塔上下来，她已经是大街上平平无奇的妇人，脸不是原来的脸，装束也不是原来的装束了。世子爷如何？不知道。世子爷，您可不能不知道，
清安的所有身家都压了你。看样子盛长哥你注定要叫爹了。看样子沈公子发挥极好啊。那是，他爹可是沈祭酒，所谓虎父无犬子啊。不行，我要多压一点。沈之文，高兴的有点早啦。那本公子就耐着性子等等。盛长哥，你可不要不认账才好。着实不喜欢这么大的儿子，咋办？去明月楼吃饭，小爷要饿晕了。同时低低地说：右后方有人盯着我。无事。格尔，上车，一起回去吧。今日叔父请你们吃饭。叔父，不用了，去明月楼就好。格尔这是见外了，那就明月楼。看着你们都能下场，叔父高兴。走走走，明月楼。盛战盛情邀约，盛长歌也没有推辞。世子爷。景亭透过窗户看着盛长歌和盛战一行走远，不发一言。听风暗戳戳的想，这两个世子究竟怎么了？似乎从那日盛长歌落水之后就不对劲儿了，看不透谁是谁的心头花，谁是谁的盘中菜，看不透谁独揽风华，谁独守空闺，寂寞冷。快走快走，明月楼开赌了，说今日要让盛长歌穿女装。真假的？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贤王爷搞的，有钱人就是会玩。啊，小爷我怎么不知道这一茬？一眼瞥见清安微微后退，你不会也参与了吧？小的缺钱，缺钱就卖主子啊！走走走，快点儿，带去明月楼。于是一脸蒙圈的盛长歌欲哭无泪，明月楼简直要被掀翻了。盛长歌穿女装。沈之文，你要多了个女儿了。众人哈哈大笑。也不是不可以。条件是什么？就在明月楼，1000两银子一位，钱小爷我收，衣服穿给你们看。甄掌柜收钱感人。2000两有点贵了，你又不是天姿绝色。就是贵了。不看滚。看。坐马车路过的景亭华丽丽的黑了脸。明月楼。闻风而来的达官贵人、民院贵女很多，不多时，明月楼就重新被人挤满了。各位，有钱也没法子，里面没地儿了。还2000两，说什么也要看看这等盛景。5000两。世子爷说那些厨房啊什么的都可以开放。明月楼里人满为患。穿啊，小爷我带来2套，来，亮出来。茶白，红色天天看茶白。那就茶白。世子爷，您都是小事。今日收获如何？颇丰。在城外附近城镇买粮囤粮，能从南楚或者西岳买更好。哎，猜，盛长歌女装美不美啊？美不美都不虚此行。你能找到第2个穿女装的国公府世子吗？啊，也是啊。满楼窃窃私语，翘首以盼。良久，盛长歌拿着扇子挡着脸，款款走出来。美，这身段，这玉手，这风姿，美呀！若盛世子是女人，嘿嘿。哎，你要不要笑得那么猥琐？盛世子会削你啊！盛长歌不以为意，悠悠一笑，咕嘟咕嘟，不知道是谁在咽口水。这昙花一现之后，盛长歌转身进屋，再出来已是一身大红衣袍。小爷算不算京城第1美人？算。长宁郡主折断了手中的扇子把，景亭手里的茶杯生生被捏碎了，他脑海里都是那茶白的身影，所以看也看了，好走不送。沈之文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盛长歌，那双眼睛里闪烁着什么。这哪能走？必须好好吃一顿压压惊。惊吓，惊艳。盛世子让京城的男人女人怎么活呀？一身玄色衣衫的景亭从里面慢慢走了出来。盛长歌侧头笑眯眯地看了一眼景世子。景亭的身后是长宁郡主，脸色不是那么好看的。盛世子极美。多谢。景亭的脚步没有停，长宁郡主也没有停。难道景世子和长宁郡主？
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盛世子对景世子怎么这么冷淡了呢？那你们说，会不会是三角的关系啊？也许。底下热热闹闹的议论，盛长歌却是仿佛充耳未闻。怎么不舒服？盛长歌盯着他，认真的看了一会儿。哎，小子，有事儿说事儿行不？你这样本王害怕。下注挣的钱拿来。那个不在本王身上。秦安，揍！爷，要做到什么程度？揍到钱都吐出来为止。你得了乐子，小爷得到钱，刚刚好。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。给你还不行吗？抢劫完毕，主仆二人笑眯眯的下楼去了。哎，那个，你病了？裴森这感觉咋像是遇到了心上人的感觉呢？你以后再也不要穿女装了。裴森撂下一句话，转身大步走了。小爷女装美吗？9天仙女下凡尘。这话小爷爱听。马车停在外面，面色依旧有些苍白的司墨在。世子爷，坐下说。属下去的第2个地方是冶铁的，能够确定他们制造兵器，也许他们还有铁甲。跟随柳凤山的有消息传来，疑似太子长随。他现在已经相信漠北亦是无辜的蠢货，被人利用了。跟紧，必要的时候抓了，但是不能打草惊蛇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皮肉伤。思墨，我说过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们的安危是第一位的，哪怕是我在的情况下也一样。懂。宅院找好，人已经分批过去了，槐花街已经空了。下面做什么？有真娘，你不用问，你去盯着一个人，日夜不停，往死了盯那种。2月26，京城放榜了。哎，谁中了？是沈之文还是盛长歌啊？中了，沈之文中了，第48名。盛长歌呢？哎，盛长歌呢？没有，沈之文前面没有，一直到最后都没有。果然没中。嘿嘿，赚了，我都压的沈之文，赚大发了。找沈公子领赏，今年还能看一出认亲大戏，认爹。嘿嘿，重头戏，裸奔。云华站在榜单前，手颤颤巍巍的指着上面，那不是。然而没有人理会，也没有人停下脚步。哈哈，走，今日本姑娘带你不醉不归。沈之文志得意满地坐在明月楼大堂的椅子上。快去，请盛世子来认爹。就是爹在这里，盛长歌还不赶紧来，不孝子。真娘和一众小二神色复杂地看着沈之文，精卫武学的人看榜的还没有回来，剩下的唉声叹气。大师兄，要不要走？等小爷我呢。盛长哥，还以为你怂了，不敢出来了。认爹。盛长哥，本公子仁慈，你磕一个头就行了，不然穿上女装叫一声爹也就行了。哪能，这年头爹不是随便认的。唉，认爹需谨慎，因为逆子是坑爹。别拖延时间，想要赖账呀，字据可都在呢。只要字据在，你输了你也不会赖账，是吗？自然。沈之文看到盛长歌，就想到那一日的女装，不自觉的眼神迷离。好，大丈夫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明月楼诸位作证，今日就是履行承诺。认吧，京城的大街已经清理好了，等着盛世子去奔呢。哈哈，盛长歌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些人，原来还有人上赶着等着打脸。明月楼外响起了敲锣打鼓的声音。盛世子在不在啊？沈之文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报喜的锣鼓声，为何找盛长歌？小爷在此。盛世子，恭喜高中会员。会员？明月楼里的人都惊呆了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我们不服。谁不知道盛世子是京城第一纨绔，竟然能中头名，这里有猫腻。走，击鼓鸣冤去。小爷中了头名，这么难相信吗？真娘和清安齐齐点头。这事儿闹的，他穿了一身喜庆的衣服来认亲，逆子怎么跑了呢？京城闹得沸反盈天，穆刚又怎么会不知道？索性大笔一挥，所有参与会试学子皇宫论才，今日直接殿试，贡士都不用复试，直接进宫，从古到今绝无仅有。真娘啊，把那个字据给小爷带着，小爷要是不让他裸奔，不让他认爹，
小爷的信倒过来写。承安没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没有，国公爷还在排查山林，去抓一个人。文华殿的大殿上早已经一切齐备，已经是共事的学子等着颁发册题，落榜的学子可以在殿外等候观摩。盛长歌笑眯眯地坐在座位上，眼睛盯着发下的册题。承安战乱初平，战后如何休养生息，以备再战。回头看看大殿之上的学子，有人苦苦思索，有人奋笔疾书。沈之文挑衅地看了纸上还是空白的盛长歌一眼，盛长歌微微一笑，拿起了毛笔。战后休养生息，前人之数倍矣。若卸甲归田，劝民还乡，视奴为民，减轻赋税等等。策论交上去了，一边的考官直接开始审核卷子。好，看来今科有比较好的，送上来，送上来，让朕看看天启的才子们。卷子呈上去了，大殿里一时陷入寂静。盛长歌百无聊赖地侧头看着沈之文，小子，今天不让你哭，小爷就不是盛长歌。沈之文哆嗦了一下。好好，果然虎父无犬子。歌儿啊，这是你的想法？回陛下，是学生的想法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个字。爷爷的小条子，景世子的小条子，没少抽，很疼的。这想法你怎么想到的？陛下，学生每日街头巷尾的跑，接触最多的就是百姓。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学生不过是做了一个总结。听说你和人打赌，所以今日被质疑了。那是真冤枉，学生都是被逼的。说着声泪俱下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陛下你看，不能因为学生长得可爱就嫉妒吧。把盛长歌的卷子通通贴在大殿门口，让众学子看看，有意义的提出来。话音落，王德已经带着人张罗了。大殿门口，学子们依次观看。那大殿之上，皇上亲自看着写的，还有什么怀疑？盛长歌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装出什么都不会的样子。出了宫门，盛长歌就往路中间一站。沈之文，履行合约。沈之文转身要走，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沈继久大步走来。沈之文，愿赌服输，既然是你自己挑起的，那就自己承担。看在沈继久的面子上，本世子也不强人所难，留一条裤子吧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沈之文的脸色红得通透。你若愿赌服输，世人还敬重你是个男人。我跑，盛世子，沈之文愿赌服输。好，本世子敬佩你愿赌服输。沈公子请。沈之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衣服，穿着亵裤就开始奔跑。京城的大街瞬间就沸腾了。沈继久，对不住了。世子也没什么错，是小儿顽劣。本世子先行一步了。沈继久打开那张纸，赫然是那个认爹的字据。盛国公养了一个好孩子，世子爷，走吗？景庭的目光却是落在远去的红色身影上。这盛长歌真的是金科状元？千真万确，金榜都出来了。听说呀，盛世子虽然贪玩，却是经世之才的。那些学子出了宫就都不说话了。盛家也是一代名门，纵使贪玩了些，也不至于太差。话说今天的科举不同以往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怎么这么快，都没有期待感了？哎，来了来了，看看那个坐在马车上一身红袍的，可是咱们的状元郎。不知道今日有没有人绑下捉婿？盛世子这身份，谁敢捉呀？小爷棒下捉婿行不行？你的郡主姐姐不是星月景庭吗？所以捉了你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玩了。切，你姐同意？哎，不同意。听说要请太后赐婚景庭，目前景庭也没有拒绝的意思。哎，有那么一个姐夫，人生无趣呀。盛长歌愣了一下，人生有趣的东西很多，不要担心。哎，大抵太后寿宴就要赐婚了。盛长歌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恭喜盛世子
盛世子，恭喜盛世子！清安，赏。清安肉疼。小师弟，师兄们来给你贺喜了。国子监的呢？出来！你们的会员呢？国子监的自己藏起来了。让开！只见一人一骑径直奔着皇宫去了。盛长歌眼睛一眯，800里加急，承安出事了。他心头狂跳，径直跟着往皇宫疾驰而去。喂，盛长歌！然而众人只看到盛长歌飘飞的红色衣袍。800里加急，一人一骑疾驰而入。盛世子，不可闯宫！侍卫的大喊并没有阻止住盛长歌的脚步。陛下，承安有叛军，盛国公慎重失踪。盛长歌翻身下马，腿脚一软，直接扑倒在地上。什么？召回重臣？陛下，请让歌儿去承安。胡闹！你一皇后小儿去了能做什么？大臣们没有回到家，又回来，就看到盛长歌跪在大殿门口。歌儿，稳住啊！你爷爷不会有事的。盛长歌抬头看着裴国公，他的脸色是认真的，并不只是安慰。裴爷爷，歌儿要去承安，请裴爷爷帮忙。裴国公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入大殿，后面景婷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，但是终究不知道能够说什么。大殿里传来议论声。清安出去筹备，留下2成人手给姚老，剩下的西郊等候，准备去承安。清安脸色凝重，领命而去。接近午时，大殿里才拿出一个主意，让老将军李毅带援兵去承安。其他各国也都虎视眈眈，所以可用的人手真的不多。陛下，盛长歌请命去承安。世子爷回去吧，陛下不会让盛国公有事情的。请大人禀报陛下，盛长歌愿意前往承安，虽死不悔。大殿里人来人往，无人理会盛长歌。14岁的孟长云死得凄惨，他们不能把14岁的盛长歌再送上疆场。打起精神，陪着太后参加今晚的寿宴，任何人不准提起承安一事。明日一早，李毅将军带援兵启程，沿途兵士会在路上候着。还有寿宴，国将不保，还有寿宴。前线生死挣扎，浴血奋战，对于后面的达官贵人，只是一个800里加急的消息而已。回吧。盛长歌脊背笔挺的跪着，一个字儿都没有说。王德出来劝了几次，盛长歌不肯回去，也就算了。夕阳在天边隐没，皇宫里热闹起来了。寿宴和琼林宴放在一处，名苑贵女，新科学子，怎么可能不热闹？盛世子，喝点儿。多谢。放心吧，本王会努力争取去承安，如果可以，定然会带上你。穆北庭说着，把那碗粥放下，转身走了。没多久，又是脚步声响起，那女子微微笑了，放了一包东西在盛长歌的手里。放心，你爷爷不会有事的。那小子不得空，让我来给你送吃的。蓝娘娘，静听求情，冥王出现在寿宴上了。话说完，他也不停留，起身走了。景婷明明知道穆北义在孟长云的事情中做了什么，仍然把穆北义放了出来。他算不算信错了人？嗨，你没事吧？那边很热闹。很热闹，都是新人。那些有女儿的人家都看直了眼，若不是在大殿上，怕不是要打起来。幸好你不在，不然一准被捉去。有景婷在，谁能越过景婷去？得了，太后拉着景婷和姐姐的手，笑得那个开心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小爷我命苦呀。盛长歌静默，嘴角慢慢的勾起嘲讽的笑容。盛长哥，你一定要去长安吗？若是你的爷爷在长安失踪，那小爷一定去呀。放心，你一定去得成。盛长歌没有说话，从兰妃拿来的小布包里拿出一根肉干塞进嘴里。这边并没有安静多久，穆北明醉醺醺的来了。盛长哥，你不要去战场，长云都不行，你去了也是送死。王爷喝醉了，扶王爷回去吧，夜深了，还是很冷的。穆北明被扶走了，嘴里嘟囔着听不清的话。夜色深沉，天空也阴阴沉沉的。盛长歌跪着，感觉到手上冰冰凉凉，下雨了。此时长安是不是下雨了？那个老头在哪里呢？御书房灯火通明，他仍在。回陛下，盛世子仍旧跪在宫殿外。他一个小娃儿，没去过战场，这不是胡闹吗？陛下，都说虎父无犬子，盛世子武将世家出身也不会弱。大殿里看着他的那些策论也是极好。说是一回事，做是一回事。
陛下不妨让李将军带兵，至于盛世子，就允许他自行去救国公爷，不让领兵也行。木刚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沉沉地看着殿外的大雨。昭露天笑。黎明时分，王德撑着伞匆匆赶来。小祖宗，快起来，回去准备，陛下准许你去长安了。真的？想要起来，却发现腿麻了，又扑通一声坐在地上。真的，回去准备东西，天亮出发。陛下单独给你一支人马，让你全权调度。盛世子，咱家等你平安归来。王伯伯，等我回来请你喝酒。好嘞，咱家等着。他揉了揉双腿，一步一步往外走。无论前面面对的是什么，他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迎面，绯色衣袍的景亭缓缓走来，沐浴在细微的晨光里，依旧是皎如明月。盛长歌眼眸微眯，嘴角依旧勾着笑意，他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。景亭的脚步停下，静静地看着盛长歌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都是青紫的，但是脸上依旧笑着。盛长歌的脚步却是没停，和景亭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盛长歌，盛长歌停住脚步，2步远的距离，他们面对面。保重。盛长歌明亮的眸子定定地看着景亭。景亭，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吧？景亭身侧的双手骤然攥紧。是。只是一个字，好像突然就抽掉了盛长歌眼里所有的光亮。他看了景亭半晌，突然就眉眼弯弯地笑了。景亭看着这样的盛长歌，胸口的位置就是一阵憋闷。他不由得上前一步，盛长歌却是蓦然后退，一步一步后退。你既无情，我便休。景亭，从此你与我只是路人，以往打扰了，很抱歉。话音落，他错开身体，大步向前。景亭，愿以后各自安好。你有你的娇妻稚子，美好人生，我盛长歌自有我的前程似锦，繁华如梦。满眶的泪水在眼中打转，他仰头看天，终究是没有让泪水落下来。景亭的手上有湿湿的水痕，那种冰凉的感觉好像突然一下子钻进了心里，感觉身体里的某处空空荡荡的。他回头看着盛长歌红色的背影渐行渐远，想着皇后昨晚兑现的承诺，他的眸色渐渐深沉，转身大步向前。景世子，王爷。景亭，谢谢你。各取所需罢了，王爷还是忙自己的事情吧。说完缓步走了。早朝很是沉闷，只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李义将军夜里中风了。陆院士出诊的，确定无疑，说是因为要上战场，一时过于激动。木刚脸色黑沉地坐在上面，低头看着跪下的人。满堂朝臣，他竟然不知道该用谁，继而想到云溪还在长安，谁去都可以。盛国公府门口，莫姑姑，我走了，一路小心，安然归来。清晨的街道上尚且没有什么人，盛长歌长街策马，红色的衣袍猎猎飞扬。盛世子，盛世子！盛长歌城门口回头，只见城里跑来一群人。盛世子，我等来送盛世子。盛长歌眼眶有点发酸。美女们，你家世子爷还会回来的，都好好的等着哈。世子爷，战场刀枪无眼，保重自己。世子爷，京城繁华无限，我等静候佳音。世子爷，保重自己，我们等着世子爷。媚儿从人群里走出来。世子爷，这是京城所有姐妹的一点心意。所谓穷家富路，出门在外不比在家，世子爷自己珍重。小爷收了。盛长歌调转马头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歌声。他回头，只见高高的城楼上，很多人站在上面，唱着的正是那首孟家军的军歌。我盛长歌，生为天齐人，死为天齐魂，保家卫国是男儿己任。今日盛长歌前去沙场，保我家乡，护我国民，虽死无憾。愿各位也为了我堂堂天齐，挺起自己的胸膛，扛起自己的责任。盛长歌拜别。盛长歌深深一揖，转身策马而去。歌声里，红色的身影渐渐远去。
14岁的盛长歌似乎是一道闪电划过他们的心间。盛长歌尚且能如此，他们如何不可？京郊的群山之间，一群人静候盛长歌的到来。马蹄声渐渐逼近，盛长歌停马伫立。世子爷，那一群人一举一动之间都带着浓烈的杀气，身后皇家派来的100余人的锦衣卫瞠目结舌，山林竞技。盛长歌端坐马上，凌厉的眸子扫过面前的人。此去疆场，刀枪无眼，可能回来，也可能回不来。诸位可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若是心有疑虑，可以就此离去。我盛长歌奉上银两，绝对不会阻拦。我等不会退缩。既然是如此，本统领话先说在前头。自今日起，我盛长歌就是你们的统领，你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兵营，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，仅仅属于我盛长歌。我盛长歌要的是做到令行禁止，是要绝对的忠诚。我希望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是可以把后背放心交给彼此的兄弟。我希望跟着本统领走的有多少人，回来多少人。我们不抛弃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尸骨。做得到吗？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从今日起，从现在起就是战场，没有行兵，没有歇息，随时准备着，随时戒备着。不仅仅有敌人的磨练，还有来自我的磨练。我希望到达成安的时候，你们是那一把最亮的、最锋利的刀。现在启程。将近300人的队伍被分成了5个小队，一队一个统领，在清晨的阳光里悄然前行。京城的高塔上，黑衣男子静默地站在窗口，他的目光遥遥地看着城门口的方向。盛长歌走了，京城又少了很多生机。他听着那洪亮的军歌，呵呵笑了起来。歌是好歌，将军是好将军，可惜呀，盛长歌，这一路可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马蹄声声，一众人沿着悠远的山脉一路南下，接着再到连山山脉，那里就接近成安的地界了。盛长歌却是上了马车，马车里一个身穿灰扑扑衣服的女子被捆成一团，扔在马车上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跟着小爷我？奴家不明白盛世子是什么意思。奴家就是喜欢盛世子，想要看看世子爷都做了什么，这也不对吗？来，世子爷绑了奴家，奴家家人是要担心的，奴家回去怎么见人呢？小娘子长得不错，就是这手粗糙了一点，这虎口有茧子，一看就是经常握着东西干活的。奴家女子索性就哭起来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让小爷猜猜，你这么卖力的干活，是为了亲人还是为了情人？奴家有老父亲，身体不好。所以你的家是住在杨柳巷吗？是在杨柳。女子猛然抬头，盛长歌知道杨柳巷，要不要小爷我送点银子过去？女子立刻避开了视线，却是闭了嘴，也不哭了，也不说话了。你后面的那个人是你心悦之人吧？所以宁愿为了他去死。我猜你为了他可以去死，宁死也不会说出来什么的。那个人30多岁，人到中年，功成名就，权势财富都有，魅力无穷。你信他的宏图大业？也或许那个小情郎和你正当岁，许你将来的荣华富贵，繁花似锦。女子依旧低垂着头，紧紧地抿着唇，不说话。这年头想要争夺的荣华富贵，权势巅峰，只能是那个位置。所以对方是皇室贵胄，意图谋反。奴家不明白盛世子说什么。明不明白你自己知道，小爷我没兴趣。反正他如今被盯上了，日子不好过，也许你们可以黄泉路上见一见。女子的脸色瞬间惨白，用力地咬着嘴唇，才没有脱口问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别说你不说，你说了，小爷也是没有兴趣的，因为小爷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女子惊悚地看着盛长歌，在她的眼里，瘦瘦小小的盛长歌就像是鬼魅一般，能够轻易地看透人心。盛长歌也不理会她的挣扎，径直下了马车，暮色四垂，
山林里的夜似乎来得更加的早。盛长歌命令就地安营，前后左右还有高处都要有哨兵。统领放心，岗哨都安排好了。和我走走。2个人爬到山顶。统领放心，叶隼早已经带人去了成安，不会让国公爷出事的。如果有事，会有消息的。所以你们一直都瞒着我成安不安全的事情。姚老说，即便你去成安，也要高中之后。盛长歌静默。统领，您说京城现在什么情况？他有忌惮，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敢冒险？他比较好奇，那个令牌是什么？和4大武将世家什么关系？人呢？底下的山林里突然传出来一声惊呼：“统领，夜莺，和小爷出去溜达一圈。”好嘞，咱们去捉鱼。夜幕里，山林喧闹起来，一群人鸣着叫叫嚷嚷的跟在后面追，而盛长歌和夜莺2个人悄无声息的融入一片黑暗里。前面的人呼哧呼哧的喘着气，用尽全力在山林里飞奔。那人慌不择路，直接跑到一处断崖边，回头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侧耳倾听，底下有哗哗的水声，咬咬牙，径直纵身跳下。我去！统领们来，夜莺先跟着。话音落，夜莺的身影已经跟着从悬崖下面落去。盛长歌眸色一沉，这丫头太心急，她是故意让那女子逃的。但是预料之外的是，那女子竟然能够跳崖。盛长歌拿出绳索，在悬崖边固定好，顺着绳子就下去了。悬崖底下一片寂静，倒是远处隐隐约约的有一闪而过的光芒。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视线，盛长歌正想要摸过去，谁？盛长歌瞬间屏息。主子，可能是动物，搜寻的人都回去了，没有下来。哼，那小畜生不是很聪明吗？盛长歌眉眼一挑，这小畜生似乎在说他们很熟吗？主子，蠢货，你坏了爷的大事。姐姐，我错了。姐姐？哼，你也配叫我姐姐？你个贱货，勾引自己姐夫的贱人！姐姐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忠心办事。忠心办事需要越过我吗？你们需要瞒着我吗？这是姐夫的意思，我不敢违背。哼，是不敢违背，还是心头暗喜？你被抓了，即便是逃出来了，知道规矩吗？姐姐，不，姐姐你饶了我，姐姐，想想父母亲，你饶了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姐姐，我拼死出来是因为盛长歌。盛长歌？盛长歌话里露出的意思是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，知道主子是谁了，而且在京城已经被人盯上了，我逃出来报信的。说你是蠢货，还不相信？盛长歌如果知道是谁，他会放你走吗？京城会没有任何动作吗？不过是故意纵了你，意欲引出幕后之人，杀了，速速离开。盛长歌欲动，却被一只手按住了。我们不是对手，林子里还有人。也就在这一迟疑的功夫，血腥味儿瞬间就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走吧，他问起来，知道怎么说吗？属下知道。话语落，2个人速度很快的消失在树林里。盛长歌从石头后面转出来，走到女子的旁边蹲下，用力的在她胸口的某一处按了几下。那女子眼睛眨了眨，你来晚了。不晚，小爷来了很久了，别来无恙。青玉猛地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的看着盛长歌。他是孟长云的亲卫，除了孟长云，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你虽然你眼角的朱砂痣掩盖住了，但是你左边眉毛里的疤痕一直在，不管怎么描眉，靠近了总是能够看出来的。你是谁？你猜小爷是谁？青玉不敢猜，那个名字他绝对不敢吐出来，连想起来都是恐惧。现在可以说说你的姐夫是谁了吧？青玉浑身一颤，就是这目光，就是这气势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这是我最后能够为他做的事情了。那好，不如说说谁让你背后捅刀子的，穆北义还是你的主子？穆北义就是个蠢的，挑拨一下就会犯错的蠢货，哪里及得上我主子？
1/1000。不单单是你的主子吧，南楚或者西岳也有关系吧？青玉，不管怎么内斗，你都是天齐的人。若是西岳或者南楚来犯，你想想这天齐百姓，你可以跟着你的主子谋取权势，但是不应该拿无辜的百姓作为代价。盛长歌的声音很冷，似乎是一把冰刀，直接插入青玉的心里。承安百姓何错？要偕老扶幼，流离失所。孟家一门尽亡，守护百姓安稳，为何要冤死疆场？青玉，午夜梦回，你当真无悔？他孟长云可是有愧于你。他张了张嘴，嘴里鲜血汩汩。南楚西平分天下，孟姓。晋是南楚的国姓，青玉已经断了气息，只是眼睛还睁得大大的。你且安心走吧，我却不能给你收尸，魂归大地，自死安然，没有什么不好。统领，走吧。盛长歌站起来，看着莽莽苍苍的山林，那个主子他莫名的感觉到熟悉。青玉的主子是有家室的，这和他最初预料的似乎有点出入。走吧，若是跟踪的人不好跟踪，暂且放弃，不要有人伤亡。夜色深沉，盛长歌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已经安静地立在原地等着了。带上来吧。话音落，就有2个黑甲军拎着一个捆绑结实的锦衣卫扔了出来。统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针对我们锦衣卫吗？盛长歌懒懒地扫了他一眼，并不说话。就是，都是跟着统领的，不能因为我们是后来过来的就厚此薄彼。京城谁不知道锦衣卫？统领不能这样折辱锦衣卫。黑甲军无声，盛长歌笑眯眯地看着，并不说话。锦衣卫这一天心里压抑的不快，终于全部爆发了。盛世子，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就是，我们锦衣卫那是皇上的亲卫。说完了吗？我们不服，厚此薄彼，我们不服，这般捆绑侮辱锦衣卫，我们不服。不服好啊，小爷就喜欢不服的。不服来战。盛世子什么意思？放下你们的兵器，本世子允许你们一起上。呵呵，盛世子如此，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属下一个，盛世子胜了，属下磕头认错。来吧。林和直接挥拳上来。好！黑甲军和夜莺嘴角都勾着浅淡的笑容。林副统领加油！敢在小爷面前蹦跶，不揍你都对不住小爷的性子。他蓦然出手，一声惨叫，双手捂着自己的双腿间，脸色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准备好了，小爷我要揍人。众锦衣卫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哀嚎声四起。听着锦衣卫们哀嚎，黑甲军抽了抽嘴角，他们家的小猎豹有点凶残啊。林和目瞪口呆，这是盛世子，这是纨绔盛长歌。东方微微鱼肚白的时候，锦衣卫们鼻青脸肿的瘫倒一地。云儿，小爷我手疼，下次记得带护手。还有下次啊！锦衣卫们在心里哀嚎。不如你说说，小爷我为何和你过不去？那个锦衣卫吞了一口口水，挣扎着想要往后退。你知道的，小爷脾气不好，耐性也不好。那个锦衣卫脸色惨白，却是一个字儿都不愿意说。捆人的绳子，小爷我抹了香，你闻闻你的手是不是有香味？那些锦衣卫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说怎么回事？那个锦衣卫脸色惨白，低头不说话。昨儿临行前，世子抓了一个一直跟踪世子的人，捆住扔在马车里。昨晚问了一下，没有结果。本来想等着再问的，被他放跑了。夜莺声音淡淡，不过话语里都是鄙视。哼，都是渣子。统领，是属下的错，属下认罚。你们从出了京城的那一刻起，就和你们过去的身份完全告别了。你们只是我盛长歌的手下兵丁，以后是生是死，我盛长歌说了算。所以在小爷我面前提锦衣卫，给小爷提鞋都不配。一群锦衣卫低眉顺眼，脸色暗淡。丑话说在前面，跟着我盛长歌，前路未卜，生死不知，以后可能不能有锦衣卫的安稳和荣光。愿意跟着的出列，不愿意的，我盛长歌不强求。带着这个叛徒，今日回京，
放心，在出京之前，小爷我和陆天笑说过了，你们回去依旧是锦衣卫。听到盛长歌这话，锦衣卫中半数以上的人出列了。我等愿意跟着统领，而剩下的面面相觑。在京城跟着的是皇上荣光，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危险，但是跟着盛长歌就不一定了。那么你们就带着这个人现在下山吧。那些人不由得去看林河。我跟着统领，你们要回便回去吧。一群人犹犹豫豫地走了。跟着小爷也许不比京城荣光，但是小爷会把你们的命当作命，会带着你们领略另外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荣光，领略别人无法领略的热血沸腾。谨遵统领吩咐。今日起，锦衣卫编成第5小队，小爷我亲自训练。你们也还过奏？你说呢？锦衣卫不说话了，平衡了。林副统领还好吗？你丫的贼黑！敌人会跟你仁慈吗？打架嘛，当然下死手。你给我等着！林河一迈开步子，就龇牙咧嘴。走了，今晚到幽山镇。唉，听风第100次叹气了，似乎从盛世子离开京城之后，自家的世子就不对劲儿了。吃饭说没有胃口，看书吧，看着看着就跑神了。太后召见，说是身体不适不去。长宁郡主求见，也是闭门不出。这似乎是犯了相思病的感觉。昨天晚上因为提起盛长歌，景听让人把他打了一顿，现在他也不敢说了。景听拿着书本出神，他脑子里总是浮现昨日盛长歌说的那一句：你既无情，我便休。景听，从此你与我只是路人，以往打扰了，很抱歉。你既无情我便休，说得好轻松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皇后的话犹在耳畔，说是要查你父亲的死，就查一个叫婉清的女人。婉清，她已经让人查了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消息。一只灰色的鸽子落在窗口，它的脚上有一个小竹筒，里面放着东西。景听拿出来展开，静默地看了半晌。听风，让人去找陆天晓，把那个送回来的锦衣卫要来，要活的。景听把消息展开，放在书本里夹住，动作很慢，特别的认真。听风愣了一下，后知后觉地猜到这也许是盛长歌的消息。听风走后，一名营卫进来。季世子，孟云清今日去了杨柳巷那处宅子，直接去的。暗地里从隔壁院落走暗道去的，似乎也没有做什么，就在屋子里站了半晌，然后原路返回了。盯死！世子爷，大长公主府来帖子，邀您过府一趟。那就走吧。长宁以为景世子再也不出府了，虽然是笑着说话，但是语气格外的哀怨。长宁郡主，景听，你什么意思？景听不明白长宁郡主在说什么，不如明示。太后准备赐婚，你什么意思？长宁郡主，如果景听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了，景听很抱歉。回府。听风，本世子什么地方让人误会了吗？感情自家的世子不是不喜欢，而是根本不懂什么是喜欢。盛世子，听风为您掬一把同情的泪，同情你啊！撞了南墙这么多年，没有把头撞漏，风光霁月，京城第一白月光景世子不懂爱，苍天啊，这是什么大瓜？人家找你借书你没有拒绝，人家找你吃饭你没有拒绝，太后明示暗示你没有拒绝，对于爱慕你的女子来说，你就是接受了。借书就是借书，他喜欢学习，本世子就借给他，错了吗？听风默了，你对。他找本世子吃饭，不是为了太后寿辰吗？太后明示暗示，本世子不接话，不就是拒绝？何况他的父亲可是求过陛下的，婚事自主，必须他自己点头。他靠近你3尺之内，你没反应；他递东西，你亲手接了。大长公主府，人人都以为你们是一对儿。有吗？那天本世子在看着盛长歌，没留意。对了，今晚找人把穆北明和穆北义一人打一顿，不要留下把柄。那是2位王爷，不是大街上随随便便一条狗说打就打。做什么要打人啊？看着不爽就想揍。我想撞墙，盛世子快回来，我家世子疯了。山林里，一群人马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在前进。统领，青玉无人收尸，也没有人再出现。但是说，咱们还有啥不能说的？青玉的身体里爬出来虫子。什么样的虫子？他从姚老那里知道，在西岳和南楚相连的群山中，有一个特殊的部落，那里的人可是会养蛊虫的，那是一种控制人最好的手段。这样，夜莺，拿一块带血的鲜肉。鲜肉拿来了，盛长歌还没有往杯子里放，
就看到那只红色的虫子猛地一下抬起头，开始努力攀爬。盛长哥把鲜肉放进去，那只红色的虫子蠕动着钻进肉里去了。盛长哥连肉带虫子一起放到瓶子里，带去给思燕，让他小心，有人可能跟着虫子找到他那里。夜莺点头。盛长哥起身准备接着赶路，就感觉到不对劲儿。已经走在前头的黑甲军迅速后退，盛长哥嘴角微微勾起笑容，看来有人已经来了。他的手比划着手势，黑甲军5个小队迅速的散开，转眼之间就隐没在林子里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但是盛长哥喊了话之后，林子里依旧寂静。夜莺，弄点什么吃吃，小爷我饿了。夜莺应了一声，烟火从林间升起。林和戒备地看着四周。林和，放轻松，他们比你害怕。林和黑了脸，小爷呀，有危险呀！你这么四仰八叉的躺着晒太阳，真的好吗？咱们有接近300人，对方不明底细，不会贸然出手。他们应该想要等夜里行动。不如猜猜，谁要阻拦咱们去成安，或者谁要杀小爷我？你丫的满京城撩妹，我怎么知道你得罪了谁？林和，你一定是个闷骚的，明明一肚子话，偏偏不说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林和索性背过身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滋滋冒油的时候多撒点佐料，小爷口味重。莺儿，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。是统领调教的好。林和却戒备着，明显听到了对面山头和这边的山头似乎有动静。统领安心，吃完打架刚刚好，自己动手吃点有力气。他们吃得心惊胆战，兵器不离手边。盛长哥却是吃得欢快。林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越发的清晰起来，他们被包围了。盛长哥，受死吧！林和想也不想的就挡在盛长哥的面前，一边去，耽误小爷我看戏。林和蒙圈，这什么人啊？有埋伏。林子里一片死寂。不要跟着小爷啊，小爷年纪小，怕折寿。林子里静默半晌，骤然一声呼啸，前后左右4个方向，4个人同时飞袭而来。林和想要拿着绣春刀上前，又被盛长哥一脚踹了回来。哎，统领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解决，他最讨厌有人给他挡道，小心挨揍。奶奶的，14岁的盛长哥这么凶残，真的好吗？4个人4把剑，几乎是同时抵达。哎呦，好儿孙，看你们爷爷我哪里需要这么大的礼呀？磕个头就行。他眨眼之间都齐刷刷地跪在盛长哥的身边，血腥味儿在林子里蔓延，周围一片死寂。弓箭手，射！周边林子里的弓箭手准备着，刚刚举起手里的弓箭，就感觉喉间一凉，他们捂着脖子，不敢置信地回头，但是身后是空荡荡的山林，什么都没有。射！为首的人低声喝道：“这群蠢货，反应这么慢！”无人回应，林子间一片寂静。咬了咬牙，他径直飞身而起，往盛长哥扑去。盛长哥笑眯眯的把手里的骨头扔了出去，当的一声，那剑光顿了一下，盛长哥已经窜了出去，抓起那个人的脚，用力的往下一拽，扑通一声。就你会轻功啊？你嘚瑟什么？满天飞，你再飞给小爷看看！飞呀，飞呀！还挽剑花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小爷一根骨头有用。绣花架子，虚有其表。那杀手脸被压在山地上，满嘴的沙石。林和简直就是重新刷新了3观。盛长哥气喘吁吁的举着一双油腻腻的爪子，打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没有擦干净油。这人衣服料子不好，不适合擦手。莺儿，小爷我手疼。嘿，不是说了吗？打人带上护手。夜莺笑着上前擦手，轻轻揉捏，动作流畅自然，无比熟悉。林和，拎起来，拎起来，小爷看不到他的脸了。林和嘴角抽了抽，你都快把人砸进山地里了，怎么看？他把那人拎着扔到盛长哥的面前。哎，还活着吗？擦干净脸，小爷看不清了。那人终于喘过来一口气，愤恨地用袖子擦了一把火辣辣的脸。这么丑，你家主子杀人不知道派个俊一点的吗？长得这么人神共愤的，辣眼睛，亏得小爷因为剑花还对你心存期待。杀手想要哭了，他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奇葩？生死关头，颜值重要吗？喂，你怎么不咬牙服毒自杀啊？你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不是说拔掉一颗真牙，安一颗掏空的假牙，里面放上毒药，被抓了，舌头顶开假牙，咬破毒药就死了，多么忠贞！盛长哥好奇的掰开他的嘴，左看右看。
你今天吃大蒜了？哎呦，这个味道就是毒气啊！杀手悲愤地扭开头，他不要活了，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屈辱过。那你衣领上有没有抹毒？舔一下就会死，是不是？盛长歌翻着他的衣领，嫌弃道：咦，这油腻腻的，多久没有洗了？杀手装死，他一定是在做梦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人？没有吗？那你的指甲缝里是不是藏了毒？或者鼻孔里，还是脚趾缝里？盛长歌坐在他面前，那是一个好奇呀。也有人把毒药用什么东西装了，吞进去然后拉出来洗洗吃了的，你是哪一种？不要说杀手了，就是后面的林和和夜莺他们，脸色也华丽丽的黑了，齐刷刷的离盛长歌远了一点。你想问什么？问行吗？求你了。这么细看，其实你的眉眼还有点好看。我就是一杀手，被人雇佣的。小爷对这个没兴趣，小爷知道谁找的你。杀手一愣，谁抓到杀手不是严刑逼过？你和小爷说说，你们这些杀手这么菜，是不是雇主舍不得花钱雇好的？我们都是顶尖的，是阎罗殿顶尖的杀手。杀手那叫一个悲愤，他宁死也不要这么被鄙视。打不过，死好了。他猛地一头往一旁的大树撞去，要不是剑被夺了，他一准抹脖子。夜莺身形一闪，就挡在杀手的前面。那杀手一时收不住，夜莺猛地躲避，袖子里的东西却是被甩了出来。只见一只浑身通红的虫子在里面艰难地蠕动，装在瓶子里的，放在身上的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伸手就去拿，别！放了我，不然弄死他！盛长歌嘴角抽了抽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蠢萌的杀手。大侠，他不好，放下，放下，回头伤着你啊！骗鬼呢，这么一只小虫子。却发现盛长歌也好，夜莺也好，还是其他3名黑甲兵，神色格外的诡异，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。哎，虫子呢？发现掌心多了一个洞，那只红彤彤的虫子正在往里面蠕动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杀手连忙去拽，那虫子似乎也预料到了危险，嗖的一下就没影了。杀手捡起同伴的剑就往自己的手上划，深可见骨，血哗哗的喷涌，但是并没有虫子的影子。你们欺负人，这是什么？究竟是什么呀？盛长歌他没有想到啊，他不是有意的。这是什么虫子？那个似乎是蛊虫。你太坏了，你要么杀了我，要么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们，不给我弄出来，我绝对不离开。哟，居然还有这种操作！统领，不然弄死吧，有点麻烦。战场不杀俘虏，不知道吗？有没有点道德？那就让司宴过来吧。不如你告诉小爷我阎罗殿在什么地方，我就给你弄出来。哼，求我！这丫的！盛长歌转身就走。出来吧。树上先飘下来几个人，为首的赫然是清安，不过他们身上穿的什么和树皮一样的颜色，趴在树上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林和啧啧称奇，这个好。正看着，林和就感觉脚下的土地动了，林和连忙蹦开了，双脚一落地就听到哎呦一声，他受了惊吓的直接蹦到树上，就看到他刚刚站着的地方一块地皮慢慢起来了。你丫的要踩断老子的腰了，你不知道男人的腰有多么重要吗？紧接着山林中不同的地方慢慢的有人起来，林和从树上跳下来。哎，哥们儿，把你那个给我看看。滚！统领，那是什么？我想要。哼，你挨揍挨够了，统领自然会给你啊。挨揍？对的，不过挨揍藏得不结实，让统领给找到了，挨揍出手不利索，挨揍。林和的脸色有点不好，盛长歌揍人真的很疼的。统领说，练时多挨揍，战时少死人。我也想要。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他，大哥，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要点脸。阎罗殿的人会找你吧？没有完成任务真的可以吗？大概会吧，但是找不到就会当我死吧。要不我3、5不时送出1、2个消息，就当是做奸细了。阎罗殿都是这等货，怕是前途堪忧啊。哼，问题是你拿了人家的钱，没有完成任务，人家会不会放过你们？我们又不是没做，做了成没成功，我们也不能保证呀。况且你这么厉害，在你身边我不怕。清安，不要让小爷我看到他，
只要作妖就一顿暴揍。你可以选择自杀，留下日子不好过。加钱不？他有钱，你能抠出来都是你的。好嘞，离我远一点。打晕了，先搜身。盛长歌无力的扶额，这都是什么奇葩？就地休息吃饭，今夜到幽山镇。他在周围走了一圈，路过一处山沟的时候，盛长歌蹲下身，看着地面，然后又看着树木，在树木之间转悠了很久，唇角一点一点的勾起。婴儿走了。夜莺挑了挑眉，统领好像发现了什么，难道这林子里有古怪？京城里30多岁位高权重的有夫人的有多少？回头给您列个表。不过像孟起、穆北庭、纪明泰、裴宣、沈继久、圣战等都是，的确都是位高权重。谁的夫人他比较熟悉呢？好像除了圣战的，没有特别熟悉的。不过统领，这杀手是谁弄来的？穆北义或者皇后，自然他也会回赠穆北义一份大礼的。与此同时，京城里分外的热闹。先是穆北义和穆北明被人打了，在自己的被窝里被人用被子裹住身体，一顿痛揍。侍卫也说不出所以然，暗卫也没有看到人闯入。穆北义气哼哼地坐在大厅里，听着侍卫和暗卫汇报。整个府邸掀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什么猫腻。走水了！只见穆北义寝室的方向火光四起。救火！从东宫里搬出来的时候，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卧房和相邻的书房里，那里也是整个王府戒备最为森严的地方。阎罗殿有消息传来吗？暂时没有，不过说他们主子亲自出马。盛长歌都走了2天了，难道没有找到机会？那个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越是泼水火势越大。众人束手无策，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院子被烧成了灰烬。盛长歌，一定是盛长歌。京城最高的塔上，哈哈，京城少了盛长歌，依旧是热闹非凡呢。爷，有消息回来。说吧。盛长歌身边那些侍卫训练有素，都是黑衣黑甲、黑色面具。黑甲军？他们的确称呼黑甲军，只听盛长歌命令，许多东西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详细说说。那个人低低地说着山林中的一切。良久，黑甲军，黑甲军竟然听盛长歌的，而不是那个老头的，枉费我这么多年的心思。爷，黑甲军是啥啊？当年4大家族帮助先皇夺天下，裴家青龙令，景王府白虎令，盛家玄武令，后来孟家朱雀令，各家都有私军，都是骁勇善战，以一当十之辈。若不是先皇死得早，穆刚有私心，只怕这天下一统指日可待。这和黑甲军有什么关系啊？4大家当年叱咤风云，战场上让人闻风丧，很是厉害，但他们的教官不是他们自己的，据说来自黑甲军。黑甲军是凌驾在4大家族之上的存在，他们会选定自己的主人，用令牌号令，并且他们有颠覆王朝的力量，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。盛长歌手里就是那个黑甲军？不一定，即便不是黑甲军，也和黑甲军一定有关系。那就逼出来，即日起派出精锐中的精锐，全力击杀黑甲军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属下遵命。死人了，死人了！高塔之下突然传来惊惧的叫声。黑衣人皱皱眉头，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酒壶丢了。他眉头一皱，转身离开。景王府，景庭站在回廊里，看着远处的大火，他的嘴角微微勾起。霆锋，送些东西给御史们，给明王找些事情做，省得他老是惦记别的。霆锋看着景庭，明明就是护着，还不让别人说。今日的朝堂特别的热闹，明王忙着哭诉自己的委屈，御史们义愤填膺的开始弹劾那些站在明王一边的大臣，而且拿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证据。穆刚震怒，一时之间明王一派被去了10之7八。景庭的嘴角微微勾起。景世子，皇后要见您。合作已经结束。说完，从那个老嬷嬷的身边错身而过，脚步不停地径直走了。景世子，王爷，可否一叙？本王有些困扰。王爷若是困扰，不妨想想成安之事，是什么促使你落入如此境地？景庭就不打扰了。帘子放下，马车从穆北义的身边缓缓驶过。这个景庭
任凭怎么拉拢都不上套，简直就是不识好歹。皇兄好兴致，竟然还有时间拦住景世子闲话。你还是管好自己。最近穆北庭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而且他一向做事谨慎稳妥，几乎不出错。父皇也是越来越重用穆北庭。哼，这话也给皇兄吧。众矢之的的滋味似乎不好受。哼，那是本王的事情，你应该想着拼命争取去长安。父皇让穆北燕一个闲散王爷去了也不用你，是何目的？穆北义冷笑地放下帘子，马车绝尘而去。蠢货！世子爷，望天塔下夜里砸死了人。砸死？被一只精美的酒壶砸死的，是个更夫。去望天塔。景庭心里一动，那么晚了，谁去望天塔喝酒？望天塔下重兵把守，那更夫已经被带去了殓尸房。景庭一直走到13层，地上有杂乱的脚印，不过窗台上倒是很光滑，显然是经常有人摩擦的结果。窗台外面还有酒液，景庭伸手摸了摸，放在鼻端轻轻地嗅着，这个味道很熟悉，明月楼的梅花酿。啊，锦世子，这是酒壶。景庭点了点头，低头看着。有头绪？暂时没有。壶里的酒是明月楼的梅花酿，这青铜盘龙酒壶是老物件。多谢锦世子指点。马车让回去了，景庭和听风慢慢悠悠地在街上溜达，少了盛长歌的京城街道，好像是少了很多生机。去明月楼查查，谁最近买了梅花酿出去。唉，盛世子不在，感觉阳光都不暖和了，花儿都不艳喽。婆婆啊，我都不想上街了，一点惊喜都没有。对面肉铺里，又高又壮的仙儿砰砰地剁着肉骨头，一下一下狠力非常。他的3个兄弟挤在一边，他剁一下，他们就惊恐地哆嗦一下。那个妹子，盛世子一定会平安无恙的，一定呀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去吃饭吧，活儿我们干。一眼看到外面大街上的景庭，不由得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扬起刀狠狠地劈在骨头上。门外的听风一个哆嗦，他家京城白月光的景世子怎么就成了万人嫌了？看看京城让他搅动的。世子啊，你这话有点怨妇的感觉。夜幕降临，山林里一片寂静。拿出你们一路顺手抓的野物，吃饭睡觉，下半夜赶路。盛长歌就在篝火旁边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联合有些不解，夜里山林明火是大忌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优待俘虏，懂不懂？盛长歌看着他，再看看后面溜溜达达闲庭信步的清安。太吵了。小爷没有要俘虏你啊，想着死了也就死了，你自己不死非要跟着，怪小爷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死？好死不如赖活。哼，你那些兄弟都死了，你怎么给你主子交代？要是敢背叛小爷，那会生不如死的。他们都不是好人呐，逼良为娼，不，逼良行凶，死了也就死了。良？人家是良家男子被逼的，不是自己要做杀手的。他们说杀手挣钱，他们说不做就把我卖去南风楼。清安，送给南风楼。不要呀，留下人家吧，人家洗衣做饭带孩子啥都会，还会挣钱。贤妻良母，那是人家的目标呀，保证将来娘子100个满意。一众人齐刷刷地退了一步。我雄伟健壮，身材完美，脸长得也不差，又是多金，肯定会吸引无数的小娘子前赴后继的。你可以脱了，让我们看看雄不雄伟。就是啊，穿着衣服看不出来。不然摸一下也行。你们欺负人！哼！众人哄堂大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会要脱了我的衣服吧？长得那么丑，哪来的自信？盛长歌和他错身而过。阁下确定不下来吃点东西吗？众人一愣，齐刷刷地看着树顶，黑漆漆的树顶并没有任何动静。1、2、3。你是不是傻了？手指头都数不清吗？盛长歌冲着他灿烂一笑，往后退了2步。5、6。
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杀手啊的一声尖叫，直接被砸趴在了山地上。仁兄，就说了下来吃点东西，何必这么矜持呢？盛世子，你家主子很闲。我家世子爷是怕有负国公爷的嘱托。那人感觉到身下的蠕动，抱歉啊，我动不了，你自己把我掀下来。我都被砸进地里了，动不了啊！你们一个个的怎么这么凶残？告诉你家主子，小爷说过，从此陌路，那就是从此陌路。小爷是生是死都和他没有关系。也告诉你家主子，迟来的关心比草都轻贱，小爷不稀罕了。庆安，把他送远一点，别让野兽啃了，让他回去给他主子复命。若是再跟着，小爷我就直接杀了。出了京城，那个人他不愿意想起，那个名字他也不愿意提起。吃肉吃肉，休息。哟吼，感情戏。大晕。好嘞。盛长歌没有办法入睡，他听到过的、看到过的、查到的那些事情，都在他的头脑里盘旋。他希望能够理出来一条线，但是并不容易。他也感觉那个幕后的黑手有可能就在他的身边，对他是了如指掌。他忌惮的是什么，就会从哪里入手，这或许是一条线索。哎呀，好乱呀！盛长歌感觉到头疼，他就是不适合动脑子的人。他猛然起身，就发现一双晶晶亮的眼睛盯着他。突然发现你还挺美的。你在阎罗殿里是什么身份啊？好好说，也许不会挨打哦。无名小卒呀。怕不是吧？若是我是有身份的，你要不要从了我？你对小爷我有想法？这年头这么有趣的，打人虽疼，但是能让人这么愉悦的，真的不多了。我稀罕你呀。你准备一直跟着小爷我？如果没有虫子，如果我没看上你，或许就走了。现在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哎呦，这脚也这么小巧可人。我虽然不如锦婷好看，但是比锦婷体贴呀。不如小爷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哎呦，你忍心吗？你舍得吗？你猜小爷我舍不舍得？小爷有100种死法任你选择，并且每一种都其乐无穷。别，我不想死啊！没有抱得美人归，不能死。盛长歌打了个响指，一名黑甲兵就出现在他的身后。查阎罗殿，只是4个字而已，却让那个杀手哆嗦了一下。你想做什么？灭了阎罗殿，小爷我一向睚眦必报。不如我卖身给你，你放了阎罗殿。你不值。要如何才可以放过阎罗殿呀？你死或者滚。哎呦，不活了！人家就是喜欢你嘛，你不知道打是亲骂是爱吗？怎么可以这么狠心让人家去死呀？盛长歌一个趔趄，杀了他。盛长歌说完就走。人家爱慕你有错吗？都有了你的崽，你竟然这般对待人家。商路好玩吗？南楚第一富商商家有个儿子，满世界溜达，嬉笑怒骂，荒诞不羁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商路？猜的。你看，钱小爷有的是，人长得也不丑，跟着你行吗？对上盛长歌冰冷的目光，悄咪咪的后退一步。你从了我也行，我从了你也行啊。小爷没钱吗？小爷不帅吗？要你。你美，你女装更美，小爷我绝对不会滚的，跟定你了。盛长歌笑了，但是带着浓浓的杀气。商洛咽了一口口水，盛长歌这个样子有点吓人。琼安，盯死了他，洗衣做饭都是他，想跟着可以，1天1000两白银，不交钱或者不干活就往死里揍，留下一口气就行。他有钱？南楚第1首富家少主。好嘞，统领您放心，茅厕都不会让他自己去的，睡觉我都会抱着他睡。你是什么诡异爱好？放心，我只爱钱，不爱你。你顶多算是下金蛋的老母鸡。小爷怎么会是老母鸡？下金蛋的公鸡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盛长歌哼着小曲儿，准备去睡觉。远处的狼嚎声似乎没有了，还有鸟惊飞的声音。
盛长歌陡然站住，小巧的莲弩被拿在手里，林子里没有慌乱，依旧是一片安静。而那些黑甲军都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隐藏，那些锦衣卫还有些懵懂地站着。盛长歌对着林河比了一个手势，林河迅速带着锦衣卫在后面的山沟里隐藏。山林死寂，危险在空中蔓延，没有人出声，谁都知道这般来势汹汹的定然是一场血战。夜色里，山林里有细密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从不同的方位射来第二波。2波射杀之后，无数道身影落地，他们落地之后就静静地站立不动。他们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空气中没有血腥的味道，没有呻吟声，他们甚至没有看到人影。难道中计了？他们疑惑的当口，又有破空之声传来，扑哧扑哧的声音，血腥味瞬间就在山林里炸开了。他们还没有喘息过来，就看到地上突然就跃起很多人，那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停顿的迅速扑了过来，所过之处，敌人几乎都被一刀毙命。退！但是后面已经有人截断了后路，一样是冲进人群，直接斩杀。黑甲军第一次真正的战斗，简直就是单方面的虐杀。盛长歌直接奔着发出声音的人而去。盛长歌，受死！盛长歌冷冷一笑，他直接迎上前，不闪不避。当长剑刺过来，他的身子微微一扭，手里的匕首一扬，直接划过对方的脖子。那人不敢置信地看着盛长歌轰然倒地，山林重归于寂静，好像刚刚的一场无声的杀戮根本就不存在。东方微微露出了一点亮光，天快亮了。清点，这里80。统领，外面的40已经处理了。统领，隐藏在树上的弓箭手30已经处理了，留下一活口。伤亡情况，禀告统领，伤48人，没有重伤，死亡2人，一位是石头卡住了黑甲，被箭射中。另一个呢？另外一个是被长剑刺中了颈动脉。他的搭档呢？属下疏忽，被前后夹击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知道，从此奉养他的父母妻儿。自去领罚，老规矩，抚恤金到位。愿意去盛家田庄的，盛家养着，吃喝入私塾，娶妻生子，盛家包了。不愿意的，该给什么给什么。即便是死，本统领也要让他们死得心安。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可以把生命交给对方的兄弟。我希望下一次不会有死亡的，每一次战斗都是殊死相拼，不可手软，不可心软，不可分心。你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懂吗？懂。死亡的兄弟脱掉黑甲，拿下名牌，现在焚烧。一部分人打扫战场，一部分人处理尸体。等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，山林里一切如常，死去的黑甲军已经变成2小罐骨灰，下一处城镇就可以从明月楼回家。统领，那个活口死活不说，直接处理了，他不会说的。战斗过程和伤亡情况都记录下来了吗？那黑甲军没说话，直接捧过一本小册子，誊抄一份，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回皇上手里。锦衣卫一直在一边看着，他们的心里热血沸腾。盛长歌是领着60人的队伍斩杀对方80人，另外2队黑甲军，一队搜寻外围，一队针对树上，还有一队黑甲军没有动用。而黑甲军的战斗力再次让他们瞠目结舌，不由得心里暗道：锦衣卫算个屁啊！盛长歌，帮帮小爷！还有这个，军医上，我要你。收拾，上路。锦衣卫和商洛这时候才发现，黑甲军背后的小背包里还有伤药，完全可以自我止血，上药包扎。小爷也要那个。然而无人理会他。幽山镇幽山中部的山脚下，大部队依旧在山上宿营。盛长歌带了夜莺、林和和清安下来采买一些药品。清安一连跑了几家药铺，回来眉头紧皱。爷，最近没有什么事啊，怎么药物都开始短缺了？都缺少。这镇上几家药铺都跑遍了，越是经常会用到的药物越是短缺。爷，有人盯着咱们。斜对过的楼上也是2楼，虚掩的窗户后面有一个人。清安扫了一眼，点头表示真的。夜莺先回去，沿着幽山镇外围隐藏好，只怕有人不想让我们走。夜莺犹豫了一下，看到清安和林和对着他点头，转身就走了。吃饭，然后下去逛逛。这幽山镇，小爷我还是第一次来。大街上很热闹，人来人往。跟在后面，灰衣服，矮胖的，有点秃头的男人。左前方，
那个挎篮子的农妇也不对劲。看看这个簪子，哥哥要买吗？祖父又睡着了。哥哥要什么和我说，我也会算账的。不如你给哥哥介绍介绍。木簪子这般3文钱，这个5文钱，用料不一样。竹子的6文钱，因为不好雕刻；银子的要称重加工钱的。如果哥哥都要了，你会算吗？小丫头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算盘，噼里啪啦的打着。哥哥，一共是8两6钱8分，8分就不要了，哥哥给8两6钱就好。清安，给钱。清安一脸的肉疼，买这个干嘛？满山遍野的树枝竹枝，削削就能用。小丫头欢天喜地的接过钱，哥哥一看就不是忧山的，要是来这里，一定要去巨福楼吃焖鸡，去兰花巷买点心，去竹枝巷买美酒。盛长哥笑眯眯的，还没有来得及回话，就听到身后纷踏的脚步声。啊，我的银子！到了小爷手里，就是小爷的。爷爷雕刻了好久的，好不容易卖掉的，一家人还等着吃喝呢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敢和我猴六要钱？那瘦猴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。这小子真俊啊！瘦猴伸手就要去摸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来人，快来人！有人打你们六爷了！哎呀，小哥快走，这些地痞无赖不好惹。呼啦啦挤进几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上来就打。清安和林和自然迎上去。盛长哥的目光扫过睡觉的老头，这老头可睡得真死，这般闹腾都没有起来。没事吧？哥哥，我的银子！不，哥哥，银子我不要了，你赶紧走，他们都是坏人。无事，哥哥的侍卫厉害。说话间，那些小混混已经被打在地上哀哀叫唤。清安把银子拿出来递给小丫头，谢谢哥哥，哥哥最好了，抱抱。清安和林和的嘴角也微微勾起，但是下一秒盛长哥眉头紧皱，一把扔下那个小丫头，小丫头一落地撒腿就跑。盛长哥的手捂着自己的腹部，红色的衣服上晕染开一大片深色。爷，后面却有破空之声传来。清安、林和，挡住！清安和林和飞身用剑挡住射过来的剑，而盛长哥按住身体的一些穴道止血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药丸吞下去。这时才看到路边那个老头脸上的斗笠被撞掉了，他哪里是睡觉了，分明是被杀了。弓箭过后，一波蒙面的黑衣人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直接拿着剑跑出来了。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皮肉伤而已。他手里的小小的连弩射出去，人跟在短剑的后面，握着匕首就冲了出去。对方的人也不说话，手里举着长剑径直过来。长剑离盛长哥的身体只有咫尺的时候，盛长哥的身体一弯，直接划过2名杀手的腿部动脉，那2个人直接倒地。盛长哥起身，已经在杀手的中间，那些人速度飞快地调转了方向，长剑刺过来。盛长哥左躲右闪，出击的同时，他的身上也留下不少伤口。尽管避开了要害，但是伤口多了，他的行动就有点迟滞。一番下来，盛长哥腿上多了一道伤口，对方倒下了3个。接着来给小爷祭刀。5个人冷哼一声，直接上来。盛长哥悠悠一笑，直接奔着其中一个人而去。那个人的长剑刺中他的肩膀，他却骤然转身，用那个杀手的血肉之躯挡住了另外4剑。盛长哥2把匕首同时甩出，其中的一把匕首刺中了一个人的脖子，另外一把直直扎入了另外一个的胸口。长剑扫过一个人的腿，而另外一个人反应奇快地避开了。那个人避开的同时，手里的长剑又刺了过来，盛长哥几乎避无可避。统领！盛长哥悠悠一笑，骤然拽过旁边的尸体挡在身前。在长剑收不住刺入那个人的身体的时候，盛长哥翻到尸体身上，手里的匕首猛然划过杀手的脖子。盛长哥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清安和林和飞奔过来。受伤了吗？没事。盛长哥缓缓爬起来，3个人背靠背的站着，
这只是第一波，待会儿不要管小爷我，万一不敌，记得逃命。说什么胡话？他们不会杀我，他们希望活捉我，所以我不会死。青安不会丢下你的，林河不会离开的。盛长歌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话音未落，大街的两边都涌来黑衣人，不必留着性命，直接斩杀。盛长歌却是听出来，那是山顶的那个女人。哼，那你也要问问小爷手中的剑答不答应。这个幽山镇只怕水很深，他不信没有人报官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官兵前来。呵呵，死鸭子嘴硬，那些杀手蜂拥而来，放了他们！哎，盛长哥，我好不好？为了你只身犯险。商洛压着女子一路向前，被商洛劫持的女子，她垂下的手猛地按向商洛的屁股，商洛痛得大叫，手一松，女子直接向前飞奔，鞋子掉了也不管。笨蛋！杀了，都给我剁碎了！躲到我身后，我护着你。小爷从来不喜欢别人为我挡刀，自己的刀自己挡着。请安，活着回去有奖金。林河，小爷请你喝京城最好的梅花酿。好，我喜欢明月楼的肘子。杀呀！我要5个酱肘子。杀了，杀了！哼，小爷我神勇，阎王爷不敢收。上，撑不撑得住？没事儿，杀完去喝酒。这一场直接打得风云变色，耗死他们！我倒要看看能撑多久。哎呦，老女人，你的手下人命不是人命啊，这么不爱惜。老女人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就在这时，街道尽头出现的是黑甲军，是穆北燕。走，立刻有几个人带着他飞身而起，同时黑甲军也有几个从马上飞下，径直追过去。你压的还好吗？我去，你就不能早点？带去看伤。转头带着骑兵径直奔着官府而去。世子爷，景天的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世子爷，先冷静，冷静的听小的说嘛。景庭瞪着他，手里的毛笔差点就砸了过去。盛世子在幽山镇遇袭，重伤昏迷。本世子派去的人呢？被发现了，被盛世子赶回来了。看到景庭目光里的杀气，听风立刻说：盛世子伤了啊，但是没有性命之忧。不过什么？不过盛世子身边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救盛世子，还给盛世子挡刀，还说盛世子从了他，或者他从了盛世子。景庭的脸色黑得彻底了。去幽山。景世子呀，快点随咱家进宫，陛下急召。景庭脚步一顿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走吧，本世子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送追月去他身边。追月是世子爷身边最好的大夫，送了人家要吗？这御书房里，裴国公等人都在。昨夜幽山中围杀盛长歌的150人，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。今日在幽山镇当街行凶，被盛长歌等人斩杀了76人。最终那个小头头跑了，这就是226人。单是这一日一夜，就有这么多训练有素的杀手出没，那后面的力量呢？屋子里一片静默，可以随随便便就拿出几百训练好的杀手，那后面的力量一定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。报，陛下，幽山镇来人了。宣，陛下，被直升统领手下加急送上这2日行军记录。话一落，无人回应，目光直直地盯着面前的黑甲兵，就是裴国公也是死死地盯着，那眼眸里是不敢置信，是震惊。陛下，起来，送上来。木刚的脸色竟然柔和了很多。第一批杀手是阎罗殿的，有人雇佣。陛下，盛统领说敌人太多，隐藏不易，要么需要很大的场所，要么就是大隐于市，或许平日里就是百姓模样。格尔还说了什么？册子后面有盛统领的推测。你们是黑甲军？禀告陛下，盛统领是这么叫的。人数多少？裴国公抬头扫了木刚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过百。这几场战斗下来，伤亡几何？伤60，亡2人。好。王德，带着他下去，药材、兵器、银两，只要他要，就给带走。陛下，贤王爷飞鸽传书，幽山镇的官员被渗透，盛世子被劫杀的时候，无一名官兵出现。混账！
令幽山镇有一批流民出现，并且欲往京城来。陛下，小将军在成安打仗的时候，流民都不曾北上。如今成安尚且在天齐手中，况且天齐百姓是要为小将军报仇，如何会有流民北上？景亭，带人去幽山镇，今夜必须到达，幽山的一切都给朕弄明白。幽山镇是天齐南北通道的咽喉，如果这个咽喉被人掐断，天齐南北军队不能互通，天齐就危险了。幽山镇已经从府邑拿了户籍在查，目前为止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北燕，军队呢？穆北燕猛然回头看着盛长歌，似乎不能理解盛长歌的话，又似乎是太过震惊。据我所知，幽山驻军不少，昨日那般厮杀都没有人出现，你感觉他们是不知道吗？对上盛长歌似笑非笑的目光，穆北燕脊背发凉。除非是完全渗透或者替换，如果不是，那么多人为了区分，一定是会有什么标志的。去敛尸房，去验尸房，让后援军队用最快的速度到达幽山，不必进入镇子里，往外面扎营，注意警戒。夜莺，严密监视镇外驻军。王爷，盛世子、锦世子来了。知道了。景亭的目光落在盛长歌的身上，他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换下来，到处都是刀口。景亭有一瞬间感觉自己有点呼吸困难。盛长歌目光掠过景亭，微微点了下头，却是脚步不停地出了客栈的门，翻身上马。景亭想要说什么，却只来得及看到盛长歌的背影。去验尸房看看，顺便给你说说情况。走吧走吧。哎，哥儿，你去哪里呀？你是不是要抛弃我？去敛尸房？要去？去看那些死尸？盛长歌点头。我和你去，给你壮胆嘛。我走南闯北，什么没见过，说不定呀，能给看出花来。回去做饭，我饿了，一会儿回来吃饭。双脚一夹马肚子走了。好嘞，小哥儿，我做你爱吃的，抓紧回来哦，我会想你的。哎，掌柜的，厨房在哪里啊？我家哥儿的饭菜必定是要我亲力亲为的。听风和穆北燕悄咪咪的一退再退，景世子脸色不好，景世子拳头紧握，景世子似乎要崩溃。去敛尸房。一路上不管穆北燕说什么，景亭都无语，不过目光倒是遥遥地看着前方的红色身影。敛尸房重兵把守，76具尸体整整齐齐地排列着。盛长歌走过去，低头看着，一个一个的杀手都穿着同样的黑色衣服，身上的装备都是一样的，一眼看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没有号码牌，没有标志，甚至身上也没有什么烙印。盛长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盯着那一排尸体出神。走吧。等等，把窗户关上，打开，关上。屋里一会儿黑一会儿亮的交替着。林和，他们的束发冠和簪子都收回来，小爷要了。景亭和穆北燕都看着他，不明所以。盛长歌却是不语，溜溜达达的出了门，上了马，策马扬鞭而去。景亭看着门外远去的身影，眉头紧锁。走了走了，看看那丫的究竟发现了什么。陛下调集了京郊部分驻军，已经在附近驻军周围埋伏。景亭只交代了一句，转身出了门。穆北燕摸摸鼻子，哎呀，两位祖宗都在，日子有点难过呀。这是红烧肉，这是葱爆牛肉，哎，这是糖醋鱼啊，还有这些小菜都是我亲手做的哦。盛长歌嘴角抽了抽，转身洗手，商洛就殷勤的递上布巾，转身就坐，商洛就殷勤的拉开椅子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巴巴的看着盛长歌吃饭。景亭一进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世子爷这边掌柜的已经准备好饭菜了。景亭黑着脸坐下，食之无味。好不好吃？我可是专门找大师学过的。不错。哎呦，得到哥儿的表扬，我此生无憾了，以后你的吃喝就由我负责了。穆北燕白了他一眼，这个男人太无耻了。可以。耶，你的衣服以后可不可以我来洗？咔嚓，商洛扫了景亭一眼，一个哆嗦。
哎呦，这个美人好凶，哥儿，人家怕。那你要问清安，他洗衣服收费的，我免费。来，咱们好好聊聊。直接把聒噪的某人拎走。穆北燕，吃完过来。盛长歌站起身，径直进了房间。桌子上放着一桌子的发冠和簪子，发冠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是簪子就不一样了。军营官兵会配发这些头饰，发冠有金银铁木4种，簪子有银木2种。你看看这个，我去找2个来比较一下。穆北燕一边说着，一边拿着石头簪子匆匆出门。景亭没有走的意思，盛长歌低头摆弄着簪子，也没有搭理的意思。伤怎么样了？无碍，皮肉伤。景世子一路劳顿，不如去洗洗。那个伤路，景世子，若有公事，你说；若是私事，干卿何事？景亭脸色黑沉的盯着盛长歌的背影，良久，他拂袖而去。盛长歌闭了闭眼，既然不喜欢，那就不要有牵扯，不让人误会，才是对那个用情至深的人最大的仁慈。林和，准备出发。程安还在等着他，这里有穆北燕，有景亭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穆北燕带着士兵入住了镇外的军营。王爷，已经尽最大的能力腾出来地方了。穆北燕的目光扫过他的头，微微顿了一下。那就好，明日本王就要去成安，就要打扰一晚了。幽山镇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杀手，景世子都来了，怕是要耽搁一些时间了。啊，王爷说的是，昨日也没有听到消息，不然定不能让匪徒跑了。何守备亲自端了茶水过来。哎，不如何守备带着本王看看这军营，本王还从来没有去过军营，一切都好奇的紧呢。啊，自然，王爷请。穆北燕是越走心越凉，整个军营2/3的人都是带着石头簪子，那簪子和那消息已经送回宫中，连同京郊的军营一起，今夜会行动，估计明后日所有的军营会得到消息，秘密进行行动。世子爷，盛世子走了。景亭猛然抬头看着他。那就走吧。追月送不出去，盛长歌的队伍不接受生人。不接受生人？那个猪头猪脸的男人不是吗？查那个男人，祖宗18代都查出来。夜色里，黑甲军静默地站在山林里。哎，哥儿，咱们怎么不走啊？等漏网之鱼啊！哎呦，我家哥儿好辛苦呀。哎，怎么？这种石头有什么问题？这个石头京城没有，应该是来自凤元山。凤元山？你确定？自然，我骗谁也不敢骗哥儿嘛。我可是去过凤元山的，在成安连山山脉的西面，在天齐和大岳相交的龙城以东。所以，凤元山呀，那一片似乎靠近楚王的封地，而稍远一点的龙城，如今镇守的是裴家2子。凤元山很神秘啊，听说有凤元书院，我还准备去拜访一番的。谁知道不可以拜访，并且收的人都是书院的夫子亲自游历各地，自己挑选的。哎，小哥儿，最神秘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盛长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凤元山周边的百姓从来不上山，说是曾经进入凤元山的都没有下来，人都不见了，久而久之凤元山就没有人去了。你确定你不要？只要是商家的铺子可以随便拿东西，没有上限。商家的银号100万两之内随时可提，100万两之上需要时间调集。他把令牌郑重地放进盛长歌的手里。这是我的令牌。为何要脱离南楚？我可以为南楚效力，可以为南楚挣钱，因为我是南楚人。但是我不希望别人逼着，被人胁迫着当牛做马。甚至在我给他们当牛做马的时候，我的姐姐被强娶，妹妹因为不愿意嫁被迫逃亡。有钱会赚钱是好事，但是不能强大到保护自己的家人，是你的错。上洛伸手揉了揉盛长歌的头发。小小的人儿活得老气横秋的，累不累啊？你都不如在京城的时候鲜活了。滚！所以我有阎罗殿，你杀死的那些都是他们的人。你给他们建立一个阎罗殿，但是你有自己真正的阎罗殿。哎呦，我的哥儿就是聪明呀。上洛又要伸爪。你再摸小爷头发试试。哎呦，炸毛了呀！
不如叫声秦哥哥来听听。盛长哥给了他一个白眼儿。京郊有盛家庄子，那里适合居住。如果一定要去，建议你找好替身，可以走明月楼，给他们看这个就行，没有人会问你任何事情。商洛接过去，往脸上一戴。小爷其实也挺帅的，不如哥儿考虑一下。请廷内司太正经，日子会无趣。盛长哥都懒得理会他，他也可以娶一个，不一定要嫁。我在这里和你告别，要回南楚去准备。若是哥儿救出爷爷，就给我信息；若是我遇难，也一定会给哥儿信息。到时候还仰仗哥儿救命了。保重。哥儿，但凡有城镇的地方，都有商家商铺，自己留心，不要客气。还有，不要被人叼走了。等你亲亲的情哥哥我哈。盛长哥看着他策马远去，他低头看向手里，手里不仅仅有令牌，还有一张纸，纸上写着的是阎罗殿的地址。林和，把纸张递给他，快马回去，递给穆北燕，让他交给景廷吧。说阎罗殿尽是南楚奸细。穆北燕要去长安，这事儿只有景廷可以。你确定你不要？只要是商家的铺子，可以随便拿东西，没有上限。商家的银号100万两之内随时可提，100万两之上需要时间调集。他把令牌郑重地放进盛长哥的手里。这是我的令牌。为何要脱离南楚？我可以为南楚效力，可以为南楚挣钱，因为我是南楚人。但是我不希望别人逼着，被人胁迫着当牛做马。甚至在我给他们当牛做马的时候，我的姐姐被强娶，妹妹因为不愿意嫁被迫逃亡。有钱会赚钱是好事，但是不能强大到保护自己的家人，是你的错。商洛伸手揉了揉盛长哥的头发。小小的人儿活得老气横秋的，累不累啊？你都不如在京城的时候鲜活了。滚！所以我有阎罗殿，你杀死的那些都是他们的人。你给他们建立一个阎罗殿，但是你有自己真正的阎罗殿。哎呦，我的哥儿就是聪明呀！商洛又要伸爪，你再摸小爷头发试试。哎呦，炸毛了呀！不如叫声秦哥哥来听听。盛长哥给了他一个白眼儿。京郊有盛家庄子，那里适合居住。如果一定要去，建议你找好替身，可以走明月楼，给他们看这个就行，没有人会问你任何事情。商洛接过去，往脸上一戴。小爷其实也挺帅的，不如哥儿考虑一下。请廷内司太正经，日子会无趣。盛长哥都懒得理会他，他也可以娶一个，不一定要嫁。我在这里和你告别，要回南楚去准备。若是哥儿救出爷爷，就给我信息；若是我遇难，也一定会给哥儿信息。到时候还仰仗哥儿救命了。保重。哥儿，但凡有城镇的地方，都有商家商铺，自己留心，不要客气。还有，不要被人叼走了。等你亲亲的情哥哥我哈。盛长哥看着他策马远去，他低头看向手里，手里不仅仅有令牌，还有一张纸，纸上写着的是阎罗殿的地址。林和，把纸张递给他，快马回去，递给穆北燕，让他交给景廷吧。说阎罗殿尽是南楚奸细。穆北燕要去长安，这事儿只有景廷可以。京郊的一处山顶，一身黑衣的人静静地站着。夫君，那个黑衣人转过身，目光冰冷地看着那个女子，良久。看看你做的好事儿。这怎么能怪我？200多人，你一夜折损了我200多人，是盛长哥太厉害，还是你冒进？啊？你难道不知道盛长哥手里是黑甲军？你说路上有阻拦，穆北燕怎么那么快到了幽山镇？而我们幽山镇的外援呢？你答应的外援呢？就你那蠢样子，难道你希望我让我的人继续陪葬？所以你见死不救，哪怕我是你的妻子。女子伤心欲绝，继而眸中憎恨。你是因为他死了吧？因为我杀死了他，所以你就要弄死我。至少他比你好用，比你聪明。果然，你们这一对奸夫淫妇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筹谋多年，为你双手沾血，你竟然这般对我。带回去，不要让他出现在我面前。女子的身后瞬间闪出2个人，直接打晕女子带走了。山林无声，黑衣人静静地站着，良久。盛长哥，你比我想象的更强。
有趣。给小爷让开，不然小爷揍你。识相的就滚，我们看中的可是那娇滴滴的小娘子。你们找死！马上的男子一踢马肚子，径直上前，一条绊马索就出现了。男子一个不察，直接从马上栽了下来。你丫的狂啊！我兄弟几个在此多年，你是第一个这么狂。揍他！一群人蜂拥而上，只能生生挨揍。哼，没出息！慢条斯理的从腰间抽出鞭子，骤然挥向那群混混，瞬间就有2个混混被抽中。哎呦，小娘子够辣呀！就喜欢这样，够味儿也能卖个好价钱。敢这么和姑奶奶我说话的，坟头草都多高了？他跳下马，挥舞着鞭子，没有几下，混混都让他打倒在地上，还不起来，丢人！谁丢人了？小爷那是没有防备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娘子，今日你走不了了。一张大网直接扣下，2个人瞬间都被网了起来。我去，还有这操作？那些小混混却是从地上爬起来。狂啊，给爷们儿狂啊！女的玩完送去青楼，男的让去当小官儿。这细皮嫩肉的好皮囊，值钱。快走！几个人找来木棍，就这么抬着2个人往山林深处走去。网里的2个人被晃晃悠悠的抬着，脸华丽丽的黑了。旁边走着的人在女子的屁股上捏了一把。哎呦，紧实，手感不错。我一定会弄死你的。如果是床上弄死我，我非常乐意。盛长哥，救命啊！嘿嘿，你不怕引来狼群？盛长哥，你丫的再不来，小爷我要死了！然而，除了混混们哈哈的笑声，别无其他。明明问了穆北燕，人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如果错过去了，他们2个人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绝望。混混们沿着山路走，穿过密林，主座上一位络腮胡子的汉子脚踏着凳子坐着，看着面前的几位女子在声乐里扭腰摆臀，翩翩起舞。老大，这是角色。都是角色，都洗干净，爷今晚2个都要。山洞外面的林子里，统领救不救？等一会儿。打水打水，给这2只肥羊洗洗，老大要吃。哟呵，这老大口味够重啊！清安，混进去，别让他们真的被吃了，关键时刻发信号就行。那要是我顺手？本统领没看见。清安眉开眼笑的走了，统领就是理解他。红衣女子还没有洗，男子却被撕了衣服，塞到池子里一顿猛搓，叫声那是一个惨呀！最重要的是，竟然只给他了一件白色袍子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穿，耻辱，奇耻大辱！小娘子，我来给你洗吧。可以啊，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老大。你想在老大之前？黄牙男子脸色一变，狠狠地往外走。清安，你丫的终于来了！裴公子，放开我！你抱着我干什么？哎呦，小娘子，也来给你洗哦，咱们3个一起洗哦，让我疼疼小娘子。小爷我也想疼疼你。盛长哥，嘿嘿，美人儿，你也希望爷疼疼你啊！来来来，你们都来，爷勇猛着呢，就怕你不敢要。爷有啥不敢的？嘿嘿，这几座山头几十里地，爷说了算。哎呦，小郎君长得真好，是爷喜欢的款。盛长哥对着他灿烂的一笑。络腮胡子的汉子感觉2腿之间骤然一凉，他双手一摸，有什么顺着裤腿往下掉，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盛长哥，你丫的是不是早就看到我们被抓了？瘦瘦巴巴的没啥看头，你还看了小爷洗澡？赶紧找衣服穿，你这不贴在身上的时候有点透。他惨叫一声。清安，给小爷找一身衣服。多少钱？你说。5两银子。小爷赏你了。哇，100两！马上来。裴森一出来就发现这里的土匪都被捆了，
也和你们拼了！小爷等着你来。他挥舞大刀就奔着盛长歌去了。盛长歌，你黑甲兵，脸色一点一点的白起来。盛长歌眉心一跳，黑甲兵有什么不对？敌人那么忌惮，面前这个依旧是。你知道黑甲军？小爷也曾经在军营待过，如何不知道黑甲军？你所知道的黑甲军是什么样的？说说，也许小爷高兴，还能留你们一命。这么些年，烧杀抢掠没少做吧？黑甲军是先皇年轻时接触的一支非常神秘的军队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个个以一敌百，战场上让人闻风丧胆。后来不知道何故，黑甲军消失了，接着盛家、锦家、裴家、孟家崛起。有消息说他们的军队就是黑甲军训练，也有人说盛国公、裴国公、郑国公、景王爷当年都是黑甲军的一员。老头可是从来没有提过。统领，这个似乎是御赐之物。盛长歌一眼扫过去，这是盛国公府里出来的。这玉如意是哪里来的？是一个一身黑衣的女子，让我们处理一批人的时候给她酬劳。黑衣女人，盛长歌蓦然想起杀青玉的那一个。玉如意放在盛国公的库房里，最有机会接触到玉如意的是能够自由出入盛国公府库房的人。说是女人的话，只有白氏和她的女儿盛玉书，但是盛玉书年纪尚小，所以只有白氏。他让你们处理什么？尸体？谁的尸体？不知道，外衣都扒去了，认不出来呀。人很多？很多。带我去看看。老大您歇着，小的去。一行人出了山洞，在林子间穿梭，很快到了一处山坳里。就是这里。联合上前，用树枝挑开上面的草木，就看到了白骨。挑开的草木越多，露出来的白骨越多。多少人？几千人。统领，都是男性，青壮年。那就可能是被替换掉的那些士兵。盛长歌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。送来是活着的吗？分批送来的，都是死的。知道从哪里送来的吗？有兄弟出去采买见到过，是从幽山镇的军营方向过来的。林和，发信号让穆北燕带人过来。夜莺，把那些人看在山洞里，其余兄弟都过来。不过片刻功夫，将近300人的黑甲军就静静地站立在盛长歌的身后。看看这累累尸骨，他们是幽山镇军营的驻军，未曾上战场，却是死于别人私欲之下的阴谋诡计。所以再遇到那些人，我们要不要放过他们？不要。现在请你们在这边的山上挖一个大坑，埋葬咱们的兄弟，让他们入土为安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石块、木头、树枝、刀剑都是他们的工具。穆北燕带着一队骑兵匆匆赶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。等到他看清楚山坳里的累累白骨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失踪士兵的名册我带来了。穆北燕感受如何？不拔出这颗毒瘤，誓死不休。盛长歌笑了，却带着淡淡的讽刺。若有可能，我只希望有一天，兴不是百姓苦，亡不是百姓苦，他们不应该是权势的牺牲品。穆北燕眼眸死死地盯着那一片白骨，没有说话。先埋好，你之后找人刻碑，他们的家人怎么安抚，你看着办吧。这么多人出事，何尝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失职？盛长歌让人从山洞里搬来所有的美酒，送兄弟们远去，此仇必报。送兄弟们远去，此仇必报。清澈的酒水倒在地上，哗哗作响。请兄弟们喝酒上路。山林静寂，众人无声。穆北燕，你让人送消息回去吧。天齐的军营怕是要重新洗一次牌了。放心，都是秘密的，绝对无一人走漏。穆北燕，若是你对那个位置有想法，我希望你比现在做得好，最起码不要有人枉死。盛长歌说完，带着黑甲军就走。该说的话，该给的消息，他都给穆北燕了。盛长哥，小爷要跟着你。盛世子，我也要跟着你。不行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都是真刀真枪的，你们不行。谁说小爷不行？刀山火海，我也要跟着。
盛长歌没有说话，那就跟着见识了沙场的惨烈，也许自己就回去了。穆北燕手里握着玉如意，看着一行人远去，这才挥挥手带走那些山匪。山林重归静寂，只有小山一般的坟墓静静地矗立着。下面的路山高路陡，河宽水深，马匹就让人提前转运走了。盛长哥，为何不走官道？裴森有点喘气，脚疼。哼，就这么一点出息？谁说的？小爷厉害着呢。小爷是不是够义气，和你一起去救爷爷？够义气，但愿你压得不拖后腿。话说你这些黑甲军哪里来的？你丫的不会自己一直准备着吧？不会啊，这种衣服不帅吗？小爷在坊间听说的，就做了出来。统领，被你走一段，你腹部的伤别裂开了。虽然盛长歌穿了老太君送来的软甲，刺得不深，但是还是谨慎一点的好。不用，我们商量过了，一人一段。盛长歌回头看了看目光坚定的众人，只好妥协。你受伤了？哪里？严重吗？别乱动，统领身上不下20处伤口。盛长歌，等他救回盛爷爷，你我都活着，我嫁给你。盛长歌差点从清安的背上滚下来，他喜欢的是男人，景婷肯定不会照顾你，你考虑考虑我。哎，姑娘，这真的不行，本世子少了点东西，不能让你幸福。后面追来的听风，盛世子桃花朵朵开，男女通杀，他家世子前途堪忧啊。出来吧。听风从树后出来，看着黑甲军齐刷刷的目光，微微胆寒。有事儿？世子爷让小的送来一只信鸽，说是京城的事情和你沟通比较方便。盛长歌想了想，也是。花花，去，那就是你的主子。我先走了，幽山还有一堆的事儿。听风怕盛长歌拒绝，鸽子扔下，一溜烟就跑了。消息放在他身上，他自己会送的。话音未落，就听到山林间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。一条通体乌黑的大狗，这就是追你跑了8条街的那条大黑。云华眼睛一亮，就要伸手去摸，转头却是用头拱拱盛长歌的脚，又伸舌头舔舔。差别在哪里呀？这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！走走。哎，景婷是不是转性了呀？你呀用的什么手段？滚！小爷不管，小爷要和你生死与共。切！男人婆，你再切一个试试。小爷从马上掉下来，那是失误。被人扒了衣服，洗澡也是失误。那空荡荡的很显身材的袍子哦。你丫的看哪儿呢？是不是你早就来了，就等小爷出场？